T 在海贼世界里，除了恶魔果实能力，体术也尤为重要。一个能把体术和霸气修炼到巅峰的人，例如卡普，不吃果实依然可以成为毋庸置疑的战力天花板。而六式体术中包括月步、T、蓝角、指枪、指挥和铁块6个基础招式，或者说是种类。因为从六式上延展、进化、融合出来的招式远远不止6个，根据自身修炼心得，也可以创造独特的六式，可以说是灵活多变的综合格斗体系。六式中的月步和 T 2个主移动和移速的招式，是其六式的灵魂所在。其中月步又称空中步行，区别于左脚踩右脚上天的技能，类似于武当踢云纵，利用强劲的脚力踩踏空气，获得爬升、飞行和制空能力。因为一次不能在空中停留太久，需要连续踩踏，就有了空中步行的效果。当布鲁诺在草帽一伙面前施展月步时，当时还是很新奇的技能，让草帽一伙很懵逼。月步也能追击、摆脱或无死角地向敌人发动攻击。CP9 除了斯潘达姆，全员都会月步。2年修炼，山治被迫营业，在线学会月步，在愚人岛展示了类似升降机的玩法，并在空中发动 TG 的修炼成果，还学会了月步的延展版本海行步，在海里可以拥有媲美鱼人的速度，对于无果实的人来说是很实用。而卡利法的月步荆棘之路是利用月步跟敌人拉开距离，从空中用荆棘鞭造成范围性杀伤。六式之一的 T 在一瞬间利用爆发力连续踩踏地面数十次，继而高速移动，速度快的可以做到短暂的瞬间消失。六式高手陆奇利用月步和 T 开发出融合技 T 刀，速度和 T 一样，但更灵活，可以在空中和地面高速移动，闪展腾挪，并躲开2档路飞的攻击。T 铁块玉和超级旋转铁块玉，鹦鹉猫头鹰的 T 和铁块的融合技，利用高速旋转移动撞击，可以轻松撞穿一堵墙不止，也可以把人卷进去，带着人撞天撞地撞空气。但是被锁天锁地锁空气的人马形态弗兰奇给锁住了。T 作为六式基本功，也分3、6、9等。像当时 CP9 新人内罗说是 T， 但速度并不快，如果不配合利用更灵活的技能，会很容易被人轻易抓住把柄。先是被弗兰奇击败，丢了 CP9 的脸，在企图用 T 逃过陆奇的追杀时，被陆奇一招秒了。T 这个技能不光是海军，海贼里也有很多人会用。在进入和之国的时候，娜美居然用出了 T， 扑上来就给了不听话的路飞一拳。所以说，在草帽团里，娜美的体术和霸海贼王里的那些大孝子。说起海贼王里的大孝子们，一马当先的那必定是斯库亚德和黑胡子。斯库亚德在战国的传销策略下和赤犬的传销口才的洗脑下，成功被策反，来了一招轰动马林凡多的孝子剑。这会儿呢，巴基刚开始直播还没多久，斯库亚德的这波让白胡子笑口常开的骚操作，直接就把网红巴基的热搜给顶下去了。虽然后面斯库亚德迷途知返，不过来来回回属实是把白胡子笑得不轻。最搞笑的堪称是黑胡子的孝子枪，没挨揍的时候贼哈贼哈的跟白胡子你拍1我拍1的比划比划，从云切挨到他身上的时候，那就开始吓得嗷嗷叫爹了。一是白胡子身体不行了，二是黑胡子就是本着咱看谁能笑到最后的信念，咣一下给白胡子来了一枪。黑胡子就是单挑打不过就出老千，老千阴不过就团战，团战打不过就先开溜，堪称史上最合格的孝子。除了孝子剑、孝子枪，还有路飞的孝孙拳。要说卡普也是懵逼了，儿子革命军，孙子大海贼。此刻卡普面前正是一个孝孙，气势汹汹的来救另一个孝孙。路飞一记孝孙拳，不仅是打翻了自己的爷爷，还干翻了海军英雄。战国在那儿属实都看傻了。同样还有老蔡的孝孙腿，当一个像老蔡这样的单纯爷们儿遇到一个像 Baby Five 这样的单纯姑娘，是时候展示爱的力量了。这时候爷爷青椒来棒打鸳鸯，老蔡能同意吗？然后老蔡就一脚干歪了青椒刚复原没多久的尖锥脑袋。看来这就是应验了那一句话，你把老子的头都笑歪了。除了这些孝子孝孙，还有孝女大和。大和的孝女棒可谓是把孝提升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作为4皇凯多的女儿，明知玉田把凯多砍出来了长达20年的心理阴影，大和在读完玉田的航海日之后，这比进了传销窝还猛，不仅是把玉田当作终身爱豆，还梦想成为玉田，因此连性别都不在乎了。当然凯多与大和这对父女嘛，也是实实在在的父慈女孝。就因为这件事，大和就没少挨了揍，凯多还给大和装上了爆炸手铐，并把他关起来。本以为毕竟是凯多女儿嘛，爆炸手环估计也就是吓吓大和，没想到当路飞帮大和拆掉手环的时候，手环真的就炸了，气得大和直接骂凯多是牛头大猩猩，原地解除了父女关系，联手路飞一起对抗4皇联盟。在面对凯多被袭击的时候，大和直接就甩了一句，我已经不是你们这边的了。看来大和不光是想笑到最后，还想笑死凯多呀。遥想当年路飞收纳美罗宾，那都是击败敌人后才真正抱得美人归的，这直接上手白嫖了一个4皇女儿。
路飞的境界是越来越高了。纵观这届海贼孝子，别管是最强男人还是最强生物，亦或是海军英雄和海贼首领，身边总有几个大孝子。用战国的话说就是这爹不好当吧。海贼王中10位海军的正义。海军虽然隶属于世界政府，但由天龙人主导的世界政府出发点就是维系自己的统治，而海军不仅有一定的自治权，观念也相对清流得多。很多海军都贯彻个人内心的正义，往大了说，就是为了攘除凶恶的海贼，还天下一个太平。毕竟绝大多数海贼都是无恶不作的，这一点在顶上战争后，平民百姓为海军欢呼就可以看到，海贼在民众心里一向是固有的恶人形象。所以海军怎么说也不是反派，只是海军内部也不太平，甚至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独立的派系，正因他们对正义的理解各不相同。首先是鹰派的代表人物赤犬，奉行彻底的正义，彻底体现在兴风作浪者杀，扰乱军心者杀，有作乱嫌疑的人错杀1000不放过一个也要杀。平心而论，从原则上，身为海军将领，处理海贼和逃兵不能作为赤犬的黑点。赤犬不讨喜的点，主要是有些事情明明有更好的解决方法，赤犬往往一棍子打死的办事态度。当然，赤犬当上元帅后，也极力的在改变一些东西，展示了一些管理能力，当然也是建立在强硬的正义观上。比如 One Piece 是真实存在的，引起了又一波的海贼井喷，赤犬就将海军本部迁到新世界震慑海贼，海军进行了世界大征兵。说白了，对藤虎绿牛的选拔，赤犬是主考官。只不过顶上战争那4个演员已经让赤犬够的了，这转眼又招进来一个演员和一个疑似演员，那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对于民哥勾结世界政府搞假消息，赤犬也是有勇气敢找吴老星去挨骂，虽然被骂得灰头土脸，不过赤犬雷厉风行的风格确实也是以海军本身的发展为中心，寻求了一些改变。说完了鹰派，那就再说说鸽派。当然这个鸽只是对路飞他们鸽。前元帅佛之战国，2年前的战国妥妥的是鹰派作风，和赤犬差不了多少，只不过他有3个时期的正义，从早期君临于世的正义，到后来绝对的正义，现在卸任元帅后就彻底佛了，类似于退休的正义。主要还是顶上战争后，世界政府能干出隐瞒推进城越狱事件这种事儿，让自以为一直站在正义艳阳下的战国如梦初醒，彻底对黑暗的上级失望。在那之后，战国推荐了青雉当元帅，把拿命打晋级赛的赤犬狠狠地演了一把。后来他能和罗聊聊家常，内心比谁都鸽，只因曾经在元帅这个不好当的职位上，很多事情也是迫不得已无可奈何罢了。原海军大将青雉，他也有3个时期的正义，早期燃烧的正义，后来懒散的正义，现在属于是去探索正义了。2极反转，只因为奥哈拉事件后，他对世界政府所谓的正义有了怀疑，对自己追求的正义有了迷茫。emo 了的青雉从海军大将变成了哲学家，后来在元帅之争中落败，退出海军。他加入黑胡子的目的还并不明确，但想必有一点是他一定要做的，他想见见更多的人，看看更多的事儿，用不同的角度完整的去看待这个世界，审视正义，顺便给老师修一座华丽的坟。大将藤虎贯彻充满仁义的正义，藤虎的正义观看起来比较柔和，但也不完全是。在废除七武海的态度上，藤虎比任何人都更加坚定不移。在这方面，藤虎甚至也可以算鹰派，但藤虎爱憎分明，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为此也可以放下面子。如此张弛有度的做派，也是大家普遍认可的。贺中将奉行清新爽朗的正义，或者说纯净的正义，正如他的吸吸果实能力，洗涤心灵，消除内心的邪恶，给每个人回头是岸的机会，但不代表放纵海贼。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的民哥，看到贺中将撒腿就跑，这是何种的阴影？大将黄猿贯彻模棱两可的正义，黄猿还是很精明的，因为只要有立场，就会有冲突。黄猿干脆直接远离内卷，就地躺平，打卡下班，摸鱼划水，但又审时度势，模棱两可，进退自如，远离了纷纷扰扰。有的人升官，有的人远走，而黄猿还是当他的大将，稳得一批。原大将泽法，泽法又被称为不杀的大将，一生讨贼无数，却没对一个敌人痛下杀手，也可以称为仁慈的正义。不能怪泽法的仁慈酿成了后来的悲剧，毕竟坏的是海贼啊。但有时候一味的心软也不见得是好事儿。另外，基尔支部中将古米尔贯彻从容不迫的正义，在原创剧情中，卡普战国的老战友普罗迪中将贯彻的是张弛有度的正义，剧场版里的孔明中将贯彻的是谋略的正义。还有像卡普、斯摩格这种，并没有明确说明自己的正义观，但看得出来，卡普、斯摩格都是原则上态度强硬，但大是大非面前保持相对柔和的正义。海贼终究是海贼，但人却也有善恶之分，而这种正义观也正在成为海军中的主流。常回家看看的蒙奇弟卡普，卡普老头刚登场的时候，作为蒙奇家族走到哪儿都能睡的基因携带者，睡着的老爷子被蒙卡大佐一斧头砍翻在地，因而也就有了刀神约瑟夫、剑圣强尼、辅皇蒙卡、四皇猎人西格以及近海之王东海五皇的梗。但是梗归梗，卡普挨了这一斧子，除了放了点血，确实屁事儿没有。
卡普何许人也？跟战国、泽法、贺同期的老海军。从泽法的经历来看，他们这帮人都是身经百战，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佼佼者。作为海军英雄，战功卓著不说，他本人只要一出手，对于海军士气的提升，那是比啦啦队还立竿见影。卡普的英雄称号呢，出自38年前神之谷一役。当年海上最强大的洛克斯海贼团可谓是全明星阵容，除了洛克斯，还有白胡子、金狮子、凯多、大妈都在其中。而这4个人后来也都成了顶尖强者。当然那时候凯多还只是个实习生，再加上船上风气不好，窝里斗，白胡子更是对此嗤之以鼻，几个人根本玩不到一起去。虽说是难逢敌手，但是如同一盘散沙，最终在袭击了天龙人的船队后，被卡普联手罗杰击败于神之峡谷，直接散伙。而卡普也被授予了海军英雄的称号，这可谓是海军中最高的荣誉。但是性格耿直的卡普却一直拒绝升任大将，因为大将得对天龙人负责，天龙人被锤了，热茶都顾不上喝一口，就得去演啊，不是，是去处理。卡普内心是很抵触天龙人，不想给天龙人擦屁股，但是面上咱也得过得去，中将那不一样抓海贼吗？让天龙人说也说不出来啥。虽然不想管天龙人，但是当年卡普最喜欢管的人是罗杰。卡普是多次把罗杰追到绝境的人，追着追着，这还追成了战友了。因为神之谷的交情，后来卡普在罗杰自首后，收养了罗杰的儿子艾斯。这辈分，罗杰表示：“我把你当兄弟，你居然让我儿子叫你爷爷。”此时，一旁的白胡子也懵逼了。可以看出，卡普这个人是有着人性光辉和理性思考的。孩子毕竟是无辜的嘛，道义上来说，并不是一个人跟海军对着干就得诛九族。要这样的话，光卡普这个海军英雄就得死好几次了。因为万万没想到呀，全家老小长大之后，全是跟海军对着干的。其实卡普也真是怀疑人生。关于卡普的战力问题，卡普和战国打金狮子，没说打了3天3夜。而且可以看到，海军本部也没有毁半个，毁的只是周边的小城镇，和顶上战争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肯定是没有打多久就结束了。还有就是打青椒，虽然卡普之前确实拿青椒很头疼，后来用8座大山练手，有备而来之后，两人霸气互刚，卡普一套接化发，快速结束战斗。青椒大意了，没有闪，尖锥脑袋给锤瘪了。现在的卡普战力即便不是天花板，那也是天花板上的吊灯或者风扇。所以不是东海弱，卡普也说了，东海那是和平的象征，言下之意就是东海不是弱，而是卡普常回家。路飞最大的安全感来自黄猿，黄猿在战场上一共和路飞相遇了6次，结果6次路飞全跑了。只要有黄猿出现的地方，战局都会变得微妙。蒙奇帝黄猿带来的安全感真真切切。在香波地群岛，黄猿首次登场，也是他和路飞的第一次见面，一套操作惊为天人，遇到草帽团直接放倒了索隆。正当大家觉得这老爷子是个狠人的时候，黄老爷子硬是抬了半截的腿也没踩下去。索隆总觉得自己的后背咋这么舒服呢？一看海军大将正给自己踩背呢，是吧？何为安全感？那就是黄猿腿都抬酸了，也要等雷利。当熊挨个把草帽一伙拍飞之后，黄猿仿佛就是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大外甥安全撤离，我这个舅舅也可以安心下班了。当然路飞跑了，超新星一个没抓，黄猿抓了500个小海贼回去交差，不管抓的谁，反正活我已经干了。没过多久，到了顶上战争，路飞出乎海军的意料降临战场，黄猿其实也有点慌，笑眯眯的嘴上跟战国说：“我可以把他们全干掉吗？”心里其实想说：“不省心的大外甥，让老夫来保你吧。”安全感就是黄猿担心路飞跑得太快，被高战力起火，3番5次的把路飞往最安全的地方踢，一脚踢给白胡子，一脚踢给慎平。在路飞直面3大将的时候，黄猿一看坏了，赤犬在呢，所以黄猿这会儿又不是抬腿半级的状态了，而是一马当先的秒闪到路飞面前，将其踢进废墟，一波操作安全感满满。黄猿的操作完全是根据路飞的涉险程度而变化的。打别人的时候，黄猿放的技能果断、快速、精准，一气呵成；打路飞的时候，黄猿吃着最快的果实，放着最慢的技能，瞄边空大断技能，百步穿杨射钥匙的毛病就全来了。最后黄猿在8尺瞄边玉的饱和打击中，配合顶级见闻色保路飞逃出战场。当然打假拳的战国，老演员的卡普，消极比赛的精致也功不可没。晋级赛5排只有赤犬最后在风中沉没。2年后的剧场版 Z， 黄猿再次潇洒出动，而这里面打泽法也堪称是黄猿最认真的一场战斗，但黄猿的操作就很迷。最后时刻草帽团才刚刚起航，精疲力竭的泽法已经被精致的冰墙给困住，黄猿有足够的状态去分兵围堵草帽团。然而黄老爷子却前所未见的集火已经是强弩之末的泽法，草帽团则毫无阻拦的全身而退，这就不得不感慨黄猿的良苦用心了。安全感就是黄猿唯一一次用不瞄边的8尺瞄边玉疯狂轰击泽法，是为了吸引全体海军的注意力，保路飞撤退。为此黄猿不惜毫不留情的痛打恩师。在狂热行动里，海军发动了屠魔令，黄猿在最后率领大批海军围堵突围的一众海贼，高高跳起，朝着路飞他们放了一个8尺琼勾玉。索隆3只猝不及防，路飞则表示不慌，老舅的瞄边玉来了，这把稳了。果然黄猿被萨博一招火拳给断大了，所以黄猿放大真的很有安全感。此时的萨博就像当时的雷利，和黄猿默契无间。
海军在最后时刻终止了屠魔令，黄猿一看是台阶儿，赶紧下了，内心则表示还好终止了，不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演了，每次都演得这么极限。到了 Red 剧场版，黄猿又来了，这一次黄猿的战绩是投降2次，打卡下班1次。最后的时候，草帽团都昏睡在一座岛礁上，暂时没有战斗力。2个大将和1众海军将领对付红发团也不是不能打，那何为安全感？就是黄猿一看红发都急了，大外甥也睡得正香，又有台阶下，那就打卡下班吧。现在到了弹头岛，起初由于是有萨坦圣跟着，黄猿表示这把有人盯，确实不好演。为了给自己之后的操作做铺垫，黄猿一套丝滑连招击败战逃丸，好像在说老土星看好了，我可是全力在打架，绝没有划水。结果黄猿跟路飞过了几招之后，黄猿直接就掩面倒地，而这个节点也是尼卡路飞的虚弱期，黄猿还真会挑时候。萨坦吐槽黄猿工作进度缓慢，不得不自己变身上阵了。黄猿一看土星都玩真的了，大外甥有危险，黄猿还得爬起来接着演。期间黄猿还对草帽团说了一些很微妙的话，听起来二舅还真是关心他们的成长。期间黄猿还不忘在土星面前展露这种状态，好像在说你看我都负伤了，给土星都整无语了。其实黄猿想说这把高端局真他妈难演，我是不太想打了。之后黄猿和萨坦被路飞印度飞饼扔到了军舰上，黄猿第2次掩面倒地，快看我倒下了，我不行了。黄猿每次都掩面，他怕自己会忍不住笑出来。总之这下老舅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虽然现在路飞还没跑出弹头岛，不过只要有黄猿在，路飞第6次在有黄猿的地方跑了也并不奇怪。现在只要有黄猿出现，那就感觉这把路飞稳了，这就是满满的安全感。被拉肚子耽误的名誉大将麦哲伦，无老星芒的团队的果实能力。首先，其实绝大多数果实本身并不是为恶趣味而生的，但尾田和能力的使用者们把能力搞出了各种各样角度刁钻的用法。第一，罗宾的花花果实，因为这个果实能力可以在人、动物或者其他很多东西上长手长脚，而且花花果实长出来的手脚是有货真价实的触感的，恰好这个能力在罗宾这里，那就感觉这个恶趣味是理所当然的了。罗宾也早早就领悟到了这个能力的精髓用法。第二，透明果实，目前来看，透明果实的最大作用并不是在战斗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阿布萨罗姆可以说是把透明果实的恶趣味玩得炉火纯青。尾田也表示过，溪流也会用透明果实去他该去的地方，包括从恶魔果实图鉴上了解了透明果实的山治，其想获得的初衷就不是为了战斗。山治最后也如愿以偿，得到了隐形黑战斗服，完成了一直以来的愿望。第三，模仿果实。众所周知，模仿果实不仅可以模仿别人的脸，更神奇的是，它还可以模仿其他一些特征。小冯在刚认识路飞他们的时候，和山治打的时候，在推进城里都大方的展示过这种能力。这么说的话，只要被小冯摸过脸的人，尤其是娜美，其实身体并不仅仅只是属于自己的了。第四，手术果实。罗的移植能力可以把人进行类似灵魂调换的操作，而山治正好被移植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娜美的身上，也算是成全了山治，直接让山治人生巅峰了一段时间。罗的这波操作还直接促成了像达斯摩、托尼弗兰巴等这样的组合出现，对受害者和像罗宾这样的间接受害者来说，这无疑就是深深的恶趣味。第五，甜心皇后的浆糊果实。甜心皇后在变成浆糊流体的时候，她的衣服却不能一起跟着变成浆糊，所以她变成浆糊状态都要主动或被迫当众脱衣服，才能在裂缝、水管里灵活行动，放飞自我，还需要有助手帮她拿衣服，让她变回来的时候能瞬间穿上。如果在浆糊状态下被人活捉并打回原形，也是非常尴尬的。表面上是跟果实开发和形态有关系，但是不得不说，这明显是恶趣味满满的制作组尽情自我发挥了一回。那些拿正经果实玩恶趣味的人，海贼王里有为恶趣味而生的果实，比如荷尔蒙果实、透明果实，懂的都懂。还有一些果实明明是正常的，纯属是本人有那么一点点恶趣味。手术果实的罗平时看起来很正直，实际上很会玩。在冰火岛因为被草帽一伙弄得下不来台，干他们吧没必要，忍了吧又不甘心，于是就用手术果实给草帽一伙来了个身体互换，包括后来斯摩格和达斯奇也换了，让他们闹了不少笑话。手术果实被罗玩出了这么离谱的能力，那只能说明罗如果吃的是荷尔蒙果实，那他能比小1万玩得更嗨。爆炸果实，这个果实其实还可以，而且随着2年后炸弹迎来了史诗级的加强，只要量级够，重伤大妈也不是问题。不过拥有爆炸果实的 Mr. Five 也被称为鼻屎男，就不好好用，见人就弹会爆炸的鼻屎。期间还弹到了索隆的刀上，给索隆留下了永远的心结。其实路飞如果吃下爆炸果实，应该也挺强的，因为路飞也爱玩鼻屎，而且比他的更多、更大、更准。浮浮果实的警卫们在德岛用浮浮果实模仿明哥，虽然很敷衍嘛，但古拉迪乌斯他也是个脸盲，还算有点用。本以为警卫们以后用浮浮果实能用在什么奇谋上，结果后面心思全用在了如何给女士变清凉的衣服上去了。
而且越来越凉快，离谱到审核员都不得不对娜美罗宾的变装福利进行删减。病果实的毒 Q 能力就是可以让人染上疾病，差不多就跟他这个病殃殃的状态一样，看起来没什么很奇特的。但是毒 Q 还能用出一个很迷惑的能力，会改变人的基因，让人变性，且会传染。互相接触的话，那大家一起愉快的变性，这个倒是可以用霸气解除这个病，没啥实际用处，就是纯纯的恶趣味。不过后面请务必把这种恶趣味用在草帽团身上。龙果实古代种万龙形态的奎因，和弗兰奇一样，奎因看起来也是个变态，因为他也有一些整活发明。不同的是，奎因结合了自己的果实能力，像是能把自己的躯体发射出去，四肢留在原地。果然是分头行动啊！怎么着？这是欺负人类没见过恐龙是吧？那留在原地的身体还可以当炮台，并且是声控的，非常智能。只不过声控有 bug， 搞得奎因每次无意间提到万龙发射器，就会被自己的身体给疯狂开炮，而且还没开2度。类似这种果实名字听起来很正常，但总会有一些迷惑的功能存在。怎么说呢？恶魔果实也无奈的表示，别误会啊，在整活的可不是我。海贼王里几个特殊的恶魔果实，首先最让人意外的，根据情报实锤，凯多居然是鱼果实幻兽种，很有可能是鲤鱼王终极进化形态暴鲤龙形态。而鱼果实是在洛克斯海贼团解散那天大妈送给凯多的，小弟们一堆五花八门的龙，老大本质上居然是条鱼，真是让人目瞪口呆。而且凯多变身后的形态明显是龙形态，很有迷惑性，所以之前关于凯多龙果实什么的猜测，原来从起点就是偏离的。怕不是尾田老贼原本的设定被猜到了，连夜改稿。但是仔细想想并非如此，毕竟凯多一早就被标上了海陆空最强生物的标签，原来早就为此做了铺垫。曾经鱼果实属实是被当成一个梗来说的，能力是变成一条鱼，或者在海里操控鱼类，但是不能下水，这还不如不吃呢。结果鱼果实这玩意儿还真有，只不过凯多这鱼果实的出现，这个梗就不能这么玩了。卡2的诺果实，这个果实特殊在本质上是超人系，不过它却拥有自然系一大特点，能够元素化，也就是普通的物理攻击对它无效，就算用霸气，卡2的见闻色也是顶级，可以提前元素化，所以被归为特殊超人系。而这颗很全面的果实，到了会3色霸气的卡2身上，简直就是锦上添花，花天锦上，以至于路飞觉醒了4档蛇人形态，和卡2对锤，卡2依旧不落下风。黑胡子的暗果实，这颗果实正好和卡2的诺果实相反，暗果实本身是自然系，但却不能像其他自然系一样元素化，而且受到的伤害还是翻倍的。因此黑胡子但凡被击中都会疼的在地上嗷嗷叫。暗果实虽然缺点有点多，但能力也有点 bug。暗水可以吞噬能力者的果实能力攻击，暗穴道能让附近大范围的物体下沉，吞噬和黑暗接触的东西，还能再次把吞进去的东西吐出来。黑胡子也可以隔空吸取能力者，比如用暗水吸艾斯，在接触到能力者时，对方的果实能力就会失效，所以能在暗水释放之后一拳打在了艾斯的身体上。而且黑胡子能夺取别人的果实能力，不仅跟他的身体构造有关系，或许也和暗果实有些关系。麦哲伦的毒果实归类是超人系果实，麦哲伦会把毒覆盖全身，表面上看是和自然系元素化一样的状态，不过它仅仅是覆盖身体表面，算是一种威慑和防护，身体并不能元素化。因为浑身是毒，路飞一开始只能躲，所以在路飞获得了3个的防护套装之后，便可以一拳透过毒层打中麦哲伦，疼的麦哲伦得蹲地上缓缓。战国和乔巴的人果实虽同为人果实，但动物系会下分各种各样的形态，战国是幻兽种大佛形态，乔巴是普通种人形态，就好比他俩是一个年级的，但不是一个班的，是一个公司的，但不是一个部门的。这俩人果实，一个海军老元帅，一个悬赏金100。哦不，乔巴现在那是挂着100的赏金，打着100多亿的架，这牌面绝对是一点都没输。海贼王里奇奇怪怪的恶魔果实，塞尼奥尔的水果实，这个翻译乍一听好像又是一个卡 bug 的能力，好在并不是能将水怎么样，而是能将地面和墙壁变得像水一样，能力者能在地表和墙壁上自由游泳和穿行，所以也有叫它游泳果实或者游泳果实的。尾田呢就爱打这种擦边球，曾经游泳果实和什么鱼果实很早之前就是各大论坛里的一个梗，不能下水的游泳冠军和不会游泳的鱼，这2个哪个先被提出来的无法追根溯源，尾田没灵感了就来中国各大论坛来找灵感，倒是很有可能。他的突袭能力曾经也把弗兰奇给摔懵逼过，这个能力也可以用来吓人。如果一个猛男半夜独自回家，周围一片黑暗死寂，突然一只手从地下伸出来抓住了他的脚踝，此刻世界上也许会多一个在深夜里暴风哭泣的猛男。这个果实本身虽然没有什么攻击力，不过绝大多数果实没有明显的强弱，就看能力者怎么巧妙的使用它。比如卡普吃了水果实，顶上战争那会儿赤犬的头可不就被打飞了吗？还有布鲁克的黄泉果实，这个果实在2年前没有展露太多的能力，顶多是知道了这个能让他的灵魂继续活着。2年后布鲁克不仅开发出了灵魂出窍，把能力附着在剑上和乐器上的能力，最主要的是在打4皇大妈的时候，灵魂之王的气势那是一点都没输，还顺带把大妈给睡了。黄泉果实对大妈的魂果实造出来的霍米兹有抑制作用，就是大妈用灵魂做出来的那种中低级霍米兹，布鲁克弹一下吉他就能秒一大片，也是第一个能真正伤到普罗米修斯的。普罗米修斯、宙斯、拿破仑是大妈用自己的灵魂做的3大限定版霍米兹，
只能说他们的灵魂等级实在太高。但布鲁克的果实能力如果能变得更强大或者觉醒，可能就不只是随随便便睡4皇这么简单了。而且大妈也没办法抽取布鲁克的寿命，因为布鲁克本来就是个死人啊。说到这里，布鲁克就算掉进海里，没人捞他，也依旧不会死，无非是无法动弹，继续等待救援，除非是骨头全部粉碎，灵魂才会死掉。但是大妈非常喜欢这个骨头玩偶，想必再次碰面也会想起那春风沉醉的夜晚。鸡肋但真香的透明果实能力，这个能力有个众所周知的用途。透明果实的前任能力者阿布萨罗姆就用这个能力找到了自己的奥布路，占了草帽团2大传花的便宜，恶劣程度堪比桃之助。所以小时候看过恶魔果实图鉴的山治，他对恶魔果实本身倒没什么兴趣，但对透明果实却极度渴望。当然山治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和人干架，而是可以自由输入澡堂奥布路。除了这个用途，随着会霸气的人越来越多，新世界又高手云集，透明果实在高端局就越来越显得鸡肋。因为透明果实虽然可以将本体和与本体接触的人或物隐身，比如溪流的雪茄和刀都可以做到隐形，但是脚步、声音和味道并不会消失。只要碰到一个见闻色还可以的对手，那他的隐身效果就会非常有限。虽然溪流评价了一句这能力真不错，意味深长的话，不光是因为偷袭了莫利亚，而是他拿这个能力干啥去了，大家都懂。到了大后期，黑胡子一伙和草帽一伙，或者世界政府不可避免的有一战，那都是什么级别的对手？在大将藤虎面前，所有人都能隐身，既然都这么棘手了，也不差溪流这一个。草帽团里，山治隐形黑也可以隐身，而且还能加速上天，甚至在天上做一个托马斯全旋。索隆闭着眼睛都能砍人。另外，布鲁克的灵魂出窍虽然不是透明，但是足够隐蔽，能穿墙无实体。2年期间也是去了不少奥布路，刺探情报这一块不比透明差。乌索普的见闻色可以超远距离感受气息，这么一看，隐身能力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很局限。但是老谋深算的黑胡子把隐身能力安排给了实力处在团内第1梯队的溪流，难道真的只是想跟溪流一起体验奥布路？似乎没这么简单。2年前，阿布用隐身能力从明哥手上救走莫利亚，这个能力是能给队友加一个隐身 buff 的。通过不断开发这个 buff， 或许能产生大范围性或群体隐身。有一个鬼谷子的黑团全员隐身突袭圣地玛丽乔亚，那多刺激！这也符合黑胡子喜欢偷家突然现身的一贯作风，那这就变成了独一无二的能力了。而且隐身能力低端局虐菜，高端局鸡肋，只是阿布这种实力和麦哲伦齐名的溪流实力本来就强，如果见闻色也是顶尖，2个各方面实力不相上下的对手相遇，那必定是能隐身的一方会占一些优势。哎，藤虎大叔，你怎么站起来了？快坐下，快坐下。这些优势唯独在您这里不能称之为优势。话说回来，透明能力在这个节点被黑胡子捕获，很有可能有大用。毕竟果实能力是鸡肋还是真香，主要是看使用者。但不得不说，透明果实除了战斗之外，确实是真香。剑士的克星4分5裂果实，有这么一个神奇的果实能力，使用者就算是挨了世界第1大剑豪的几刀斩击，也会毫发无伤，使其懵逼。它的存在就是恶心这些玩刀的人。这个就是巴基的4分5裂果实，它不仅能让自己裂开，也能让迷某人裂开。巴基可以被动也可以主动分裂，也就是不管巴基有没有见闻色，敌人刀剑上有没有武装色霸气，所有的斩击对其都是无效的，除非是用含有海楼石材质的刀剑。所以这个能力只要不被铐上海楼石，能力者可以在推进城的牢笼和明哥的鸟笼里出入自如。但是钝器对他依然是有效果的，也就是凯多的一棍雷鸣八卦。巴基要是没有能预见未来那种级别的见闻色，照样能跟拍黄瓜一样被凯多拍地上。那在剑士面前，4分5裂果实能力者，这不就怎么砍都砍不死了？砍不死是真的，但是可以让他无法复原。根据4分5裂果实的设定，巴基的分裂也是有极限的。巴基是可以分裂成碎片，但是如果分得更细小，就没办法控制了。如果这样的话，巴基这辈子就彻底成了字面意思上的人渣了。比如把巴基扔进绞肉机里，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复原了。除此之外，4分5裂果实还有一个奇葩的技能，就是浮空。浮空本身不奇怪，因为像明哥也可以用果实能力上天。明哥是用线拴着云飞，如果万里无云，空旷无垠，没有借力物体，那就只能下来没病走2步了。巴基身为分裂人，只要一分裂就可以浮空。奇怪的点在于，他双脚必须得着地，而且有效控制范围是以双脚为中心，半径200米的范围内，超出范围就不受控制了。就是开局巴基被路飞打飞后，他的屁股和腿只能留在原地，最后还差点被他手下给埋了。前面说了，他的双脚必须得着地才能飞，可是，在推进城，路飞抱着巴基的脚，巴基还能飞，这是卡 bug 了还是开挂了？照这个无限飞行的飞法，巴基自己抱着脚，驮着索隆，2人3天就能到拉夫德鲁了。异性缘，要说异性缘的话，路飞敢说第一，山治第一个不服。只不过山治的异性缘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山治奇特的异性缘在阿拉巴斯坦开始。当时路飞跟之前不在场的山治描述他们刚刚结交了一个奇怪的朋友，山治只风轻云淡地说自己对人妖不感兴趣。没想到山治这开光嘴，不久之后山治就对上了这位新朋友小冯。在吃尽了人妖之苦后，2人留下了一段小小的友情。这事儿本来就这么过去了，山治也没想到能跟人妖还有什么牵连。香波地群岛，熊非常贴心的帮山治实现了一个心心念念的愿望，
山治的新叙述景色宜人，岛上呢怎么说呢，全都是异性，这就是山治的异性缘为啥可以媲美路飞的原因。路飞拥有一个岛的桃花运，山治说谁不是呢？毕竟卡马巴卡王国被誉为第二女儿岛，但真实情况只有亲身体会过的山治才能明白。路飞在女儿岛没待多久，山治却在这里一待就是2年。山治学会了月步和神经质见闻色各种加速和躲避的技能，并将自己2年后的一个新技能命名为地狱的回忆。在一帮异性朋友的护送下，山治重回香波地群岛。山治毫无留恋，再见再也不见。在得知路飞和女帝认识后，山治心态瞬间崩溃，嫉妒使人面目全非。如果可以，山治高低得找熊倾诉一波，为什么只有我的梦想货不对版？2年后，命运给了山治一些补偿，第一站就是愚人岛，山治的奥布路。不过，山治还没有尽情享受多少愚人岛的福利，就差点被压抑了2年的鼻血一波带走。又是多亏了山治的开光嘴，他千想万想都没有料到，这里居然也能遇见自己的故人。在山治失血过多、命悬一线的时候，乔巴找来了2人妖给山治输了血。知道真相的山治上蹿下跳，情绪几近崩溃，真是造化弄人。山治最早只是说他对人妖不感兴趣，结果到了这里，山治的身体里已经流淌着人妖的血了。到了和之国，这里可算没有山治避而远之的人妖了。可是他的那种奇奇怪怪的异性缘并没有终结，因为这里有女装大佬小菊。小菊是个男儿身，自称武士，但和之国最后泡澡的时候，小菊一个纯爷们儿是在女澡堂泡的，所以小菊的定位是以男儿身自称武士，而内心是个女生。但不管怎么说，在不知情的山治的眼里，小菊一直是位美丽的 lady， 曾多次对小菊袒露浓浓的爱意。索隆、路飞、乔巴是先后知道了小菊是男人的，山治就一直蒙在鼓里。这一次可没人强迫山治，是山治自己选的。已经可以想象到路飞漫不经心地说小菊是个爷们儿的时候，山治那种精神崩塌的表情了。其实山治一直以来的异性缘确实不错，在战斗对位中就有多位女性对手，只不过他栽也栽到这上面。司法岛被卡利法一脚命中下路，德岛被紫罗兰的高跟鞋命中上路，鬼岛被黑玛利亚骗进来杀。怎么说呢？别人的异性缘都是赏心悦目，山治的异性缘多少有些惨不忍睹。总是跟山治开命运玩笑的有2种东西，一个是他的悬赏令照片，一个就是迷惑的异性缘。在这方面，山治是输家也是赢家，因为山治曾经有过一段两厢情愿的真挚感情，那就是布林。在各方面2人都很搭，只是山治不知道的是，布林剪掉了他们那晚的回忆。后来布林拳打了欺负过山治的倪治和永志，在那场黑暗的血色婚礼中，美丽的公主对王子动了真情。一物降一物，那些海贼大佬最怕谁？天不怕地不怕的路飞，在船上最怕娜美，确实怕，但路飞越怕娜美，也说明越宠娜美。要说路飞真正最怕的人，还当属是机长他爷爷卡普，真的就是闻名丧胆的那种怕。倒不是因为卡普在四海的赫赫威名，毕竟龙也威名赫赫，路飞一点感觉没有。众所周知，路飞能从出海就具备一定的实力，多亏了卡普10多年的特训，把他推下悬崖深谷，把他丢进原始森林，把他绑在气球上升空，给路飞留下了即便当上海贼王也无法磨灭的心理阴影。当时路飞打败陆琪没多久，风头正盛，结果一见到卡普就说大家千万别碰他，会被他杀掉的。还有我错了机长，完全没有了悬赏3亿海贼的心气儿。路飞作为一块橡胶，在了解霸气之前，他只知道机长的爱之铁拳是世界上打人最疼的劈锤。路飞当上海贼王后，依然会怕他爷爷。不过路飞至今唯一一次敢反抗卡普的时候，就是在救哥哥艾斯的时候。那卡普怕谁呢？倒也不能说怕，毕竟卡普的性格和实力，还真没什么人能让他怕的。只是顶上战争后，卡普回家的那一天，因为卡普把艾斯给看丢了，达旦抓着卡普一顿猛锤，这恐怕是卡普这辈子挨别人拳头最多还不敢还手的一次了。所以海贼王里最不能惹的是山贼，毕竟一个手拿酒瓶砸四皇，一个拳打海军老英雄，罗杰来了都得先挨俩大逼斗。路飞有怕的人，那无牵无挂的索隆呢？他连命都可以舍弃，所以索隆怕的就不是比他强比他硬的人，而是能制住他的人，比如一个粉头发哥特装的成年萝莉。毕竟强者只会让索隆屹立不倒，而佩罗娜是让他跪着说出生而为人我很抱歉这种话的人。佩罗娜是索隆的救命恩人，索隆不会打佩罗娜还是其次，主要是佩罗娜的消极幽灵不仅能让索隆跪地认错，还能让他代替库马西叫自己主人，把索隆给折腾的不惜劈墙也要逃离此地。以前谁要吐槽索隆是路痴，索隆高低得理论2句，2年后被佩罗娜训斥一番，索隆突然顿悟了祸从口出沉默是金的意义。关键是佩罗娜还来了一句给我搞清楚自己的身份。看来在修炼期间，索隆没少叫佩罗娜主人啊。那跟鹰眼都能撒娇的佩罗娜最怕谁呢？那当然是什么都怕唯独不怕萝莉的乌索普，草帽团里唯一能免疫消极幽灵的男人，不好色没二心，浑身是昆虫炸弹吓人道具的萝莉杀手。对女生来说这简直无懈可击。佩罗娜还有什么招？显然是没招。在新世界有一席之地的明哥，论实力他不是最顶尖强者，但是七武海天龙人地下世界龙头的身份可以让他不需要畏惧几个人。早年间明哥害怕贺中将，也是闻名丧胆，应该是西西果实把明哥给洗怕了，成为七武海后腰杆子硬了，后来敢跟藤虎比划比划，在青雉面前也敢跃跃欲试，但碍于青雉当时已经离职海军，明哥安全距离才敢回头质问库站长您现在在哪儿高就？气场输了，气势还算稳住了。要说明哥最怕的那当属凯多，藤虎青雉有职业操守，凯多一个海贼可没有。罗当时拿凯多威胁明哥，生意搞砸了，凯多要来打屁屁的，明哥顿时冷汗直冒。明哥搞假新闻拿烧烧果实射套，他当然不傻，
毕竟如果路飞不上钩，自己就得下油锅。那凯多怕谁呢？看得出来，凯多怕玉田。其实玉田即使复活，也未必能打得过现在的凯多。但20年前开膛破肚的桃园实权，让可爱多从此变成了惊弓之鸟。只有那个男人的流萤才能伤到我。凯多这样表示。当赤鞘武士复刻玉田的技能时，可爱多就会犯玉田恐惧综合症。只不过复刻技能易，复刻威力难，只能让凯多入戏没多久便立刻出戏了。但也可见凯多对玉田的忌惮。还有人连自己老大都不怕的，比如 Baby5， 他敢用枪指着明哥的头。可 Baby5 最怕的就是罗都不需要动手。小时候家族里的人会惯着 Baby5， 罗可不会，一言不合就瞪他。Baby5 一被凶就会转过身去，躲在巴法罗身边哭，以至于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种互动，等两人长大后还是这样。以上大多人要么是怕比自己强的人，要么是怕给自己留下阴影的人，还有一个人怕的和别人不一样，那就是罗杰都得喊声前辈，不惧四皇大妈，遇强则强，灵魂之王的布鲁克。一个本来就已经死了的人，还有什么好怕的呢？还真有，布鲁克最怕的就是他自己。海贼王中4大海域的文化差异，红土大陆和伟大航路交汇，将大海分出东西南北，外加伟大航路也算在内的5个海域。由于红土大陆和无风带天堑的存在，东西南北4海虽然人才辈出，不过也造就了各有特色的文化底蕴。首先是西海，从西海的代表人物的穿着服饰上来看，西海有一个特点非常明显，像幽灵公主佩罗娜、月光莫利亚、刚登场时的罗宾酱、灵魂之王布鲁克、匪帮贝基、魔鬼警长拉菲特、原 CP9 见习生奈罗。很多人的穿着要么是一股浓厚的哥特风，要么是西式礼服。卡彭贝基除了这个特点，他内核也是个黑手党。不过说起西海牌面最大的代表人物，那莫过于是面子王四皇红发香克斯了。他倒是这帮人里的清流，不搞什么暗黑系，就简简单单，大花裤子穿起来还非常的 fashion。不过西海的酒似乎口碑两极分化，当时白胡子认出了红发带的酒是西海的酒，露出比较嫌弃的神情。不过红发却说这是他游遍各地后认为最好的酒了，故乡的酒。白胡子看到红发诚意满满，开始喝了起来，并改口道：“哦，还行。”口硬心软的白胡子到底是给了红发面子，还是挺照顾红发的。然后是南海，要说存在感，南海的确不如其他3个海域。北海的热血漫，西海的面子王，东海的王者香。南海其实也有牌面，而且综合实力并不弱。这里的机械风比较浓厚，毕竟走出了弗兰奇、尤斯塔斯基德、革命军南军军长林德伯格3个机械大佬，南海可以称之为是工匠之蓝。除此之外，南海和北海联手贡献了海军的原一帅3将，前海军元帅佛之战国和原海军大将青雉出身南海。其他的代表人物还有红发团拉基路、熊和波尼、艾斯也出生在南海，不过艾斯长在东海，还是受东海文化熏陶更明显。然后是北海，北海是一个很有魅力的海域，这里不仅是强者云集，鱼龙混杂，文化氛围特别独特、新奇、丰富。首先杰尔玛的战斗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但以杰尔玛为 IP 创造出的海上战士索拉的故事，给了北海大多人一个热血的童年回忆。罗、霍金斯、德雷克，北海出身的3迷弟，见到隐形黑都走不动道了，开始忘乎所以的中二。海上战士不仅在北海是一种常识，贝基的手下西海出身的维特也是个忠实迷弟。看来杰尔玛不仅输出战火，也输出文化呀。探险家诺兰度的故乡也在北海，他的传奇故事被当作笑话从这里流传开来。娜美当时还惊讶，山治早就看过北海出版的大话王，山治则是第一次透露自己是北海出身。后来山治看过这本书的回忆细节也被加了进去。明哥早期在北海发家，他的手下几乎都来自北海，黄猿、赤犬、鹤都出身于北海，另外还有红发团贝克曼。论走出的战斗力这一块，北海相当有竞争力。最后是东海，东海被称为最弱的海域，那是金狮子可能还不太清楚卡普会常回家看看这个习惯。论传奇故事，这里出了3个被世界政府视为最棘手的人：罗杰、龙、路飞。有在不同时期追着罗杰、龙、路飞到处跑的海军英雄卡普，打得卡普不敢还手的拳王达旦，一斧子将卡普砍翻在地的父皇蒙卡，手拿酒瓶砸四皇，脚踩未来海贼王的四皇猎人西格，一口终结四皇猎人西格的近海王。另外还有想冲上去砍了鹰眼，幸亏被路飞及时摁住的刀神约瑟夫、剑圣强尼。就这一串一串的事迹，前无古人后也没什么来者了。东海的文化风向是比较自由梦想的那种感觉，大航海时代从这里开始。蒙奇家族虽然道路不同，但自由自在的作风总归还是殊途同归的。成长于东海的还有像不服管教、心怀正义的斯摩格，不带航海士，全靠乡下奶奶征服航路去追星的巴托，挥舞自由旗帜的革命军东军军长贝洛贝蒂，罗杰、耶稣布、艾斯、萨博、小冯、索隆、娜美、乌索普、科比，好像都是这种人。自由和梦想是他们身上不可或缺的东西。东海出身的卡库虽然是 CP 的人，但感觉和其他 CP 成员还是有些不一样的。这种气质可能是来自梦想之蓝东海的文化氛围吧。只不过海贼王罗杰和山贼王西格都修仙去了，刀神剑圣退隐江湖当了渔夫。以前是卡普常回家看看，现在是路飞志在天下，东海才掀不起什么风浪，给人一种趋于平静、和平之海的感觉。海贼王中颜值变化最大的10个人，海贼王中有因为各种原因变好看的人，也有变得有些让人出乎意料的。颜值垮了并不在年龄，有些是因为尾田的恶趣味，比如可可罗婆婆。
她是出生在渔人岛的人鱼，渔人岛最不缺的就是美人鱼。不过可可罗婆婆也太两极反转了，当时的确是破坏了山治对人鱼的幻想。不仅如此，其他伙伴也多少有些不能接受。其实那只是他们没见过年轻时的可可罗小姐姐，那怎么说也是渔人岛数一数二的美貌了。四皇大妈在战国的回忆中，大妈的身材很好，她小时候虽然并不是这样的，不过应该只是婴儿肥吧，长相倒是挺可爱，长开一点就好了。SBS 中算是对大妈年轻时颜值的认可，大妈的颜值巅峰期在28岁左右，之后可能是加速生孩子，导致身材严重走样。虽然现在看起来是个疯婆子，但玲玲曾经也辉煌过。和之国小忍，她是个有着输出果实能力的二头身的女忍者，当时破坏了山治对神秘女忍者的幻想。不过阿忍被称为迷人的女忍者，男人杀手，她曾经确实有着符合这番称号的容貌、身材以及双马尾，可如今的变化还是不禁让人可惜。特别篇3D2Y 中，邦迪瓦尔德的传医奈琴真实年龄80岁，比卡普、战国他们还大。不过他通过药物可以让自己变得年轻，不能说是多么的倾国倾城，但相比他没有使用药物时的样子，那也算是天壤之别了。加尔默罗修女，其实修女正常情况下还好，但她真配不上美人在骨不在皮这句话。毕竟修女背地里是个人贩子，肚子里的坏水可多了。但不得不说，修女年轻时候的颜值真的挺不错，不仅很御，看起来倒还很有正义感。女帝身边那个橙色头发的三妹，在女帝的过往故事中，三妹不管是童年时期还是少女时代，看得出来都是往正常路线上发展的，有越来越漂亮的趋势。直到被泰格救出来后也是，但不知道她后来经历了什么，突然变得粗犷了那么多，身材上也是天翻地覆，就很迷。山贼达旦在达旦有一次做梦的时候，梦里出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自己，虽然说是在做梦，不过这种套路见多了，就怀疑达旦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有意想不到的长相，没准这真是达旦梦回少女时代呢，也不一定。树枝布雷，布雷小时候看起来非常可爱，如果正常发育会很有特点，但不至于不好看。可他长大后呢，就像路飞第一次见布雷的反应一样，这是啥玩意儿？那根树枝为什么会说话啊？除了这些，还有一些是因为种种原因实现了颜值飞跃的，比如剧情中2个月变帅哥的科比，他算是路飞出海后的第一个朋友。当时科比只能说是显得很呆，之后科比被卡普收了，并努力锻炼身体，从气质上就开始变了。在水之都和路飞再次见面，科比长高了，变帅了。只能说海贼王中的发育体系和现实差别很大，打击速也不见得能这么快。2年后变得更成熟了，6式体术游刃有余。除了武装色霸气，他的剑纹色霸气更是潜力很大。虽然那点稚嫩的气质还在，但已经是和最开始以及当逃兵王那会儿天壤之别了。亚尔丽塔，她应该是海贼王中人生逆袭的代表人物之一了。一个野蛮大婶吃了华华果实，摇身一变成了万人迷，有了绝世美貌和不需要保养的滑溜溜皮肤，能让路飞称其为美女。在最强霸王色运气巴基大神手下混，堪称走上了人生巅峰。迪巴鲁以前确实丑，但他又很像山治，但山治明明很帅啊，可山治的那一版悬赏令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这种事儿根本脱不开干系。山治在小伊万那里气得直接吐血，就是后话了。反正香波地那会儿，山治千言万语化成整形 T 套餐，直接将迪巴鲁踢成帅哥，虽说很油，不过变换足够大。路飞的社交牛逼症，路飞一直以来广交好友，红发和艾斯一早就看出路飞有社交牛逼症，现在回头看看。路飞认识的，上到四皇大将，下到各种奇奇怪怪会说话不会说话的生物，左到王子黑帮混混头子，右到女王萝莉娇艳公主，中间还有人妖。不管是半人半兽的缝合怪，还是只有下半身的警卫门，路飞基本都可以做到无心理障碍，主动交流并混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全性别、全物种、8D 立体环绕沉浸式社交牛逼症。当然，草帽一伙都多多少少有社交牛逼症，但其他人跟路飞比，那就不是一个级别上的。路飞喜欢拉人家各种奇奇怪怪的生物当伙伴，这见怪不怪。如果仅仅是这样，对路飞来说还不够牛逼。社交牛逼症第一要义，尽管初次见面，只要自己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路飞遇到奇怪的生物，经常问人家会不会拉屎，而且他对这门学问还非常的执着。路飞跟布鲁克一见面，路飞就问布鲁克会不会拉屎，布鲁克回答会的。后来又遇到了人鱼凯米，见凯米是只人鱼，路飞顿时来了兴致，又直接问凯米你会不会拉屎。凯米刚想回答，被只肯接受否定回答的山治及时阻止。本以为路飞对史学的探索到此为止，没想到2年后在渔人岛，路飞又在夏利夫人面前问人鱼会不会拉屎，人家在那儿聊占卜，路飞跟人聊拉屎。没错，路飞的思维就是如此跳跃。2年了，路飞居然还没有忘了这个问题，并且把这个问题的探索范围拓展到了一个种族问题。社交牛逼症第二要义，尽管初次见面也不吐不快，一定要厚脸皮。在顶上战争中，路飞让在场的所有人见识到了什么叫社交牛逼症，在白胡子面前出言不逊。虽然当时路飞不是很清楚白胡子究竟是什么级别的人物，但他知道很厉害，因为听艾斯说起过。可第一次见面，路飞就质问白胡子，你想当海贼王吗？那可不行，要成为海贼王的人可是我。如此猛烈的牛逼色霸气，顿时把有阵阵果实的白胡子也给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股气魄所折服，第一次见面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是路飞一直以来的绝活。在知孤岛拉朵莉尔姨娘上船，称其为老太婆，被一脚踢飞。在深海大监狱和初次见面的慎平深情对视长达20秒，把慎平尬的用脚抠穿了牢房地板。在渔人岛称呼夏利夫人为大人鱼，再加上拉屎这种问题，夏利已经忍路飞很久了。路飞成功让端庄优雅的夏利露出了鲨鱼牙。看到白星公主如此胆小，路飞直言讨厌她，把
把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这么对他说话的白雪公主气得差点咽气。虽然路飞并没有恶意，但显然白星还没有适应路飞这种不吐不快的社交方式。社交牛逼症第3要义，尽管初次见面，但可以以极快的速度跟别人混熟。在小花园，路飞很快的跟巨人东丽混熟了，还有说有笑，还交换食物，还可以开玩笑的挑衅，真是把旁边的微微给看傻了，直呼这2人已经完全混熟了。后来遇到了本身为巨人族的莉莉，莉莉一开始不仅偷吃了路飞他们的食物，还和一伙人大打出手。但路飞对莉莉的迷你果实能力很好奇，很快就和莉莉化敌为友混熟了，甚至还玩了起来。罗宾索隆不禁感叹，看来食物被偷吃的事儿已经完全忘了，这2人一瞬间居然这么要好了。在冰火岛，其他人都热得没心思玩了。路飞挂着警卫门的下半身，遇到了一个半兽人，那个半兽人以为遇到了同类，2人很快混熟了。索隆回头一看，吐槽路飞又在跟奇怪的人交朋友。不久之后，索隆看到了路飞跟半兽人居然在比赛跑步，无奈道看来已经完全混熟了。虽然最后暴露了，但路飞还要喊着人家当伙伴。总之，以上也只是路飞社交牛逼症的冰山一角而已。一直以来，在社交海贼王里奇奇怪怪的恶魔果实，塞尼奥尔的水果实，这个翻译乍一听好像又是一个卡 bug 的能力。好在并不是能将水怎么样，而是能将地面和墙壁变得像水一样。能力者能在地表和墙壁上自由游泳和穿行，所以也有叫它游泳果实或者游果实的。尾田呢就爱打这种擦边球，曾经游泳果实和什么鱼果实，很早之前就是各大论坛里的一个梗。不能下水的游泳冠军和不会游泳的鱼，这2个哪个先被提出来的，无法追根溯源。尾田没灵感了，就来中国各大论坛来找灵感，倒是很有可能。他的突袭能力曾经也把弗兰奇给摔懵逼过，这个能力也可以用来吓人。如果一个猛男半夜独自回家，周围一片黑暗死寂，突然一只手从地下伸出来，抓住了他的脚踝，此刻世界上也许会多一个在深夜里暴风哭泣的猛男。这个果实本身虽然没有什么攻击力，不过绝大多数果实没有明显的强弱，就看能力者怎么巧妙的使用它。比如卡普吃了水果实，顶上战争那会儿，赤犬的头可不就被打飞了吗？还有布鲁克的黄泉果实，这个果实在2年前没有闪露太多的能力，顶多是知道了这个能让他的灵魂继续活着。2年后，布鲁克不仅开发出了灵魂出窍，把能力附着在剑上和乐器上的能力，最主要的是在打4皇大妈的时候，灵魂之王的气势那是一点都没输，还顺带把大妈给睡了。黄泉果实对大妈的魂果实造出来的霍米兹有抑制作用，就是大妈用灵魂做出来的那种中低级霍米兹，布鲁克弹一下吉他就能秒一大片，也是第一个能真正伤到普罗米修斯的。普罗米修斯、宙斯、拿破仑是大妈用自己的灵魂做的3大限定版霍米兹，只能说他们的灵魂等级实在太高。但布鲁克的果实能力如果能变得更强大或者觉醒，可能就不只是随便睡4皇这么简单了。而且大妈也没办法收取布鲁克的寿命，因为布鲁克本来就是个死人啊。说到这里，布鲁克就算掉进海里，没人捞他，也依旧不会死，无非是无法动弹，继续等待救援，除非是骨头全部粉碎，灵魂才会死掉。但是大妈非常喜欢这个骨头玩偶，想必再次碰面也会想起那春风沉醉的夜晚。既有背景又能惹事儿的草帽大船团。德雷斯罗萨之后，草帽团终于有了一支麾下大船团，当然这完全在路飞意料之外，但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跟他们的老大一样，大船团来头不小，惹事儿也是一把好手。如今他们有的人已经开始捅娄子了。1号船迅美海贼团，首先从身份上来说，犬心菜和山治的背景差不多，都是一国王子，而且当王子期间都经历过苦难。只不过有一点不一样，卡文迪许因为太受欢迎而被流放时，当时身边仅有74名手下和5亿贝利生活费，他评价自己的人生跌入了谷底。目前卡文迪许在搞些什么还不清楚，但一点都不怀疑他搞事的能力，毕竟在流放隆美尔王国的时候，就因为第2人格血洗死地，喜提隆美尔的莲佑这么酷的称号，被迫当了海贼，以2.8亿的悬赏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超新星。2号船巴托俱乐部，巴托在草帽一伙面前看起来是个逗逼，但巴托出海前是混黑道的，在家乡东海可是150个镇子的老大，在对付路飞的敌人的时候，动不动就要嘎舌头，就可见巴托不是好惹的。在偶像光环下，作为150个镇子的大哥的巴托，居然兢兢业业干起了销售。不得不说，巴托的 KPI 绝对是销冠级别，在红发的地盘上烧了红发的海贼旗，接受了当地的投降，挂上草帽团的标志，然后强行让一个镇子的人都购买路飞前辈的徽章。当时巴托和红发都很久没有在主线出现过的时候，有传言说红发带人去揍巴托了。不过现在看来，红发倒是知道这个事儿，但暂时并不打算找巴托算账。3号船八宝水军，老蔡的背景也足够显赫，八宝水军之前还有1到7宝水军，所以老蔡家相当于诸侯级别，而且家族还有兵之大陆下的大金库。在德岛之后，老蔡因为有了 Baby 5，回国就把跟2宝水军的联姻给取消了。虽然被2宝水军栋梁给暴打了一顿，但老蔡和 Baby 5的婚约还是照常举行。继承了家族栋梁和奥义的老蔡，兵之大陆近在眼前，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了人生巅峰。当然 Baby 5是负债的负，而老蔡之后干的最牛逼的事情，还是在世界会议上用无上大脚后跟和小人族的雷欧爆 K 了天龙人的头。上一个这么酣畅淋漓的还是路飞，被路飞打的那个天龙人也是他。果然小弟们随大哥，不愧是草帽大船团的人。
4号船3X 格斗联合，破坏炮艾迪欧是个长手族，搭档布鲁基利是个长腿族，还有帮过路飞的2个逗逼赏金猎人小弟，目前就这4个人。他们在德岛之后的冒险比较搞笑，他们起初都不是海贼，出海的船还是奥龙布斯给的，然后半道遇到了一伙长手族和一伙长腿族互殴，他们4个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上去就干，把两边的人都给打了。原来这长手族和长腿族持续了1000年的争斗，但是艾迪欧、布鲁基利这哥俩不仅和平相处，甚至还是搭档。艾迪欧他们下手太重，把船都给打坏了。赏金猎人小弟提议用没坏的零件再拼一艘船，就这样，那些打架的长手族和长腿族被迫营业，而且都是两分组混搭干活，一帮人气呼呼的合作。2个族群的老大还在后面吵，本来以为艾迪欧收了这帮小弟就完了，结果他嫌太麻烦了就不管了，修完船干脆就走了，留这帮人在孤岛自生自灭。艾迪欧他们也正式出道，仔细看船上还有一大堆财宝，他们4个可以的，把人打了一顿，让他们修船干活，临走时把人扔岛上，自己卷钱跑了，是当海贼的料。5号船东塔塔海贼团，小人族不仅是在对付明哥的时候发挥了作用，还帮助德岛重建，深受居民和国王的喜爱，所以德岛人送给了他们非常有意义的一艘船。小人族在世界会议期间还担任了利库王的贴身侍卫，在老蔡打天龙人的时候，小人族船长雷欧也参与了。当然小弟惹事儿，大哥买单，路飞今后怕是闲不下来了。6号船新巨兵海贼团，由海尔丁为首的5名巨人族战士组成，原本是巴基雇佣兵公司的招牌，结果因为神之信仰，海尔丁直接在巴基那里辞职，倒戈草帽团了。海尔丁背后是埃尔巴夫，是海贼世界最强的国家，也是大妈心心念念的种族，拥有巨人族的帮助，那势力上必然增强一大截。恰好这一路上，草帽团，准确的说是乌索普跟巨人族混得很不错。7号船约塔玛利亚大船团，草帽大船团一共5640人，奥隆布斯的舰队就占了4300人。毕竟奥隆布斯是专业提督出身，他是一个叫斯坦丁王国的冒险家。在草帽大船团成立后，奥隆布斯就向自己的国王递交了辞呈，国王怒不可遏。话说虽然奥隆布斯是一个能铸飞索隆的猛男，但他的卧室居然打扫得如此精致。没错，奥隆布斯是个有洁癖、非常细致，以分钟的精度来执行计划的船长。船员卫生不合格就会被严厉教训，比如11点准时转航当海贼起航，带着原本属于国王的4300人和56艘船溜了。奥隆布斯含泪告别，国王下令开炮狂轰。下午3点制定海贼行动计划，下午4点发动转航当海贼的第一场战斗，4点半占领城镇。结果没想到这个城镇意外贫困，奥隆布斯却倾囊相助，留下了很多物资就走了。下午5点，在小镇人民的欢送下，作为海贼的一天结束。不得不说，这确实也是草帽团经常能干出来的事儿。草帽大船团这又是招惹四皇，又是暴打天龙人。路飞真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不过路飞应该不会觉得自己摊上事儿了，毕竟这些事儿大哥可早就都干过了。海贼王里，所以剧场版里的海军是来干啥的？每次看完剧场版，我都会纳闷一个问题：海军大张旗鼓的摇人过来，到底在里面干啥了？哦，想起来了，他们每次都是意气风发的来，伤兵满营的空手而归，图啥？演员图出场费那不意外，那群次被秒的中将就真的太高了。哦，也不是空手，起码能勉强捡漏。从责法剧场版开始，海军的登场就成了固定节目。Z 里的海军登场很多，而且还是有点正事儿干的。毕竟泽法是老海军大将，这算是海军的家务事。但是泽法最后回心转意，放弃极端的执念，和海军做个了断，那也不是海军给他做的心理疏导。解决海军家务事的却是王路飞，海军顶多算个捡漏的。不过海军在这里还是做了一些实事的，毕竟元帅赤犬下的令，大将黄元动的手，元大将亲自修的坟，一群中将看的戏，泽法森 C 的一伙好学生嘛。到了黄金城，因为德索罗也是黑白两道通吃，还有钱，这里面自然少不了海军和政府的身影。登场的海军将领有候补大将逃兔查屯，当然后面这俩人就没影了。还有就是当上元帅后，俨然成了办公王的赤犬，因为他每次出现几乎都是在办公室里当受气包，还劈头盖脸的让陆琪训斥命令了一番。陆琪给他要10艘军舰处理德索罗，赤犬也不甘示弱，你以为我是谁啊？翅膀硬了是吧？办公室里的气氛剑拔弩张。然后陆琪率领10艘军舰和大批海军来到了黄金城附近，陆琪还敢挂他主子的电话，看起来根本没有把天龙人的安危当回事儿，眼里只有不惜任何代价消灭德索罗的任务。毕竟陆琪一向如此。结果海军的攻击被萨博给拦住了，这一拦就是拦到了结尾。德索罗是路飞打败的，黄金城是娜美的老闺蜜开走的，留给海军的就是已经昏迷的德索罗。没错，啥又没干成，又是捡漏。到了狂热行动，这是一次明星海贼们的大集结，加上大佬海贼巴雷特重回大海，拉夫德鲁的永久指针公诸于世，海军安排了大动作，各级军官和大部队风风火火的赶来。他们不是抓1-2个海贼团，而是想将在座的各位全部包饺子，想得怪美。结果交上手之后，才知道局势根本不受控制，眼看不行了，赤犬派黄猿发动屠魔令，一群中将被巴雷特一个巴掌给秒。澎湖和索隆蜻蜓点水了一下，意思拽了颗陨石，还附加了队友伤害。黄猿最后跟萨博演了个双簧，8尺断大玉被火拳给没收了，海军就这样草草收场。期间也就是一直跟草帽阵营保持暧昧的斯诺格，真正替海军发挥了一些作用，合力海贼削弱了巴雷特。一直躲在暗处的陆琪还想捡漏呢，可不是每次都有这么好的事儿。其他海军在屠魔令发动的时候就撤得差不多了，反而海贼们在魅力、战绩，包括格局上全方位碾压海军。这一局海军又是办得一地鸡毛。最新的 Red 剧场版里的海军又是派大部队卷土重来，
克比在里面还是有些作用的，但外面的海军只能是干瞪眼，因为面对那些灵魂活在乌塔梦幻世界里的平民，海军动手不是，不动手也不是，红发团反而在保护平民上比海军更海军。最后还是海贼们内外联手击败了灭世魔曲，海军竹篮打水一场空，还里外不是人。因为这一次海军本部连捡漏的机会都没给了，红发一个震慑全场的霸王色，五鼠跪地，铜虎收刀，黄猿汗颜，只能是灰溜溜的收工。在成就和格局上又是被海贼们给无情碾压。这几部剧场版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海军的掌控力在逐渐减弱。其实，在主线剧情中，海军本部对这片大海的掌控力就已经很弱了。绿牛在和之国酱油一场，加上海军本部内部很多军官的正义理念相悖，力量拧不成一股，海军大多时候都是在现场扮演一个不知道来干啥的这么一个角色。新老四皇交替，超新星们的崛起，原本大海上的陈旧权威正在支离破碎。说白了，就是海军已经管不了了，因为即将到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新时代。每个大佬身边都有一个捡来的宝。以前有个梗说，当草帽一伙功成名就后，大家回忆起路飞为了拉自己加入，跟强敌打得头破血流的感人故事的时候，只有索隆在一旁说不上话。没错，相比其他人的波澜壮阔，索隆跟捡来的没有区别，最多是新手村打完最简单的那个副本送的。二把手之所以是二把手，首先一点就是他跟船长的羁绊最单纯，但也最深厚。通常都是船长一穷二白的时候，或者陷入困境的时候，两人不假思索咱一起干了。除了索隆，罗杰在岸边捡到了房子被人烧了的雷利，凯多在实验室里捡到了小白鼠进，罗在冰天雪地里捡到了被欺负的贝波，黑胡子在推进城里捡到了主动投奔的溪流，龙在海里捡到了一身孤勇的萨博，白胡子捡了一堆孤儿，而马尔科是第一个。卡二比较特殊，是大妈生的，但生的和捡的其实没什么区别，因为卡二小时候可能也问过妈妈那个问题，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呀？妈妈一定会说你是我从垃圾箱里捡来的，看吧，真没什么区别。红发和贝克曼怎么认识的还不知道，但红发单干的时候才15、16岁，估计跟认识雷利、索隆的那种羁绊差不多。当然，第一个被捡来的并不一定能成为二把手，卡二、萨博、溪流都不是他们老大的第一个干部，但却一直是二把手的不二人选。在捡来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是性价比。虽然老二是捡来的，但他们比那些拿命换的干部更强。船长在其身上看到了中流砥柱的魄力，也必不可少。当年路飞为索隆挡住了几颗子弹，后来索隆为路飞挡住了千军万马。萨博17岁冒着枪林弹雨担任工程，轻松攻破敌方大门。卡二在家里既是儿子也是哥，既当干部也当爹。蛋糕岛一战把卡二累的，就感觉卡二有10几只手，他也忙不过来。一会儿路飞捣乱了，一会儿布鲁克偷家了，一会儿妹妹让人家给抓走了。卡二没疯，大妈先疯了，整个战局就是卡二一个人在撑着。所以这种人不当副船长，还有谁能当副船长？二把手之所以是二把手，还有一点就是在捡来的和性价比的基础上，又有理智的忠诚。在白胡子海贼团不复当年荣光后，马尔科依然选择守护着白胡子的故乡，即便红发一直很想挖角他，即便路飞击败了四皇，小马哥回家的心依然不能被动摇。在和红发告别后，小马哥头也不回的飞回白胡子的故乡。马尔科一开始是个孤儿，现在他依然是。他对红发和路飞的感情也仅仅是感恩和欣赏吧。这就是红发为什么一直想招揽马尔科当自己的心腹，可惜好吃却又吃不到。要说索隆忠诚于路飞，倒不如说是索隆忠诚的是团队。路飞和乌索普这件事上，其实索隆谁也没占，但索隆知道一艘船承载的不光是不舍的感情，还有所有人的性命和梦想。乌索普道不道歉关系到团队的凝聚力，海贼终究不是过家家。索隆也严肃地跟路飞说，平时你嘻嘻哈哈的没关系，如果你拿船长这个位子当儿戏，那下一个走的就是我。所以索隆没有占乌索普，也没占路飞，我觉得这才是索隆最忠诚的地方。其实感觉索隆、马尔科这样的也好，卡二和劲这样的也罢，都是一样的，只是立场不一样。打到最后，卡二也知道路飞是当海贼王的料，未来是他的，但当自己的兄弟姐妹遇到危险的时候，当大妈下达命令的时候，卡二还是会奋不顾身的为自己人而战斗。都知道索隆和雷利很像，不过有些地方感觉劲和索隆更像，劲完全就是黑化版的索隆。以前对劲并没有多少感触，但当看到凯多和劲的经历后，当劲对凯多说出了那句我也不会输的，我会让你成为海贼王，还有劲无比坚信凯多一定会当上海贼王，这些话是不是似曾相识呢？当看到索隆斩落黑化版的自己后，劲的梦想在不甘中破碎后，还是挺可惜的。只能说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劲跟错人了，不过从他选择的那一刻起，其实也没有什么对错之分了。海贼王的位子虽然只有一席，无数的海贼团对此趋之若鹜，但大多数都会成为陪跑者。当然也有一些人对当海贼王这种事并不感兴趣，但不管选择什么样的冒险，结果如何，身边有这样一个捡来的二把手，也是一路无憾，大赚特赚了。路标方面就没有什么是路飞拿捏不了的，有草帽一伙在，罗的计划从来就没有顺利实施过。从2年后罗再次遇到草帽一伙的那一刻开始，罗的计划就注定会充满戏剧性，因为作战计划什么的，没有计划就是路飞的计划。虽然一直朝着打倒四皇凯多的大目标推进，但是中间的这个过程可谓是让罗提心吊胆，心态崩溃，精神饱受折磨。早在冰火岛，罗从容不迫，信誓旦旦的在斯摩格面前承诺说，这里面只有自己一人，拒绝查水表，也没有你们要的草帽小子，诸位请回吧。斯摩格碍于罗当时还是七武海，自己也没啥实际证据的时候，突然草帽幼儿园冲了出来，手舞足蹈的庆祝找到了出口，脱离险地。罗就看着这帮突然出现的沙雕，
又看了看斯摩格一副这叫就你一个人的戏谑表情，场面一度十分混乱，十分尴尬。罗刚开始凹的帅气造型，此刻只会显得他自己很呆。其实那个时候，罗就应该顿悟到，这帮人能给他带来帮助，也能把他给气到晕厥。后来，罗跟路飞提了结盟，把四皇凯多拉下马的计划。同盟刚刚达成没多久，罗还没好意思张口提要求，路飞就先提出了救出这些孩子们和找回并拼接好警卫们的身体，是同盟就要一起帮忙的要求。罗已经感觉到不对劲了，而且乌索普、山治先后已经提醒罗了，路飞对同盟的理解可能跟你有一点点偏差，小心点。活捉凯撒后，因为路飞贯彻的是时刻冒险精神，而罗恰好是计划主义者。罗在讲计划的时候，其他人各做各事，并没有在听。这还没到德岛，路飞就先答应警卫们左乌之后要去和之国了。对于路飞这种追兵快来了先开完宴会的性格，罗已经很多次无语和怀疑人生了，现在差不多已习以为常。罗之后的德岛计划本并不打算花大代价直接打倒明哥，而是利用交易凯撒引开明哥。路飞他们负责破坏 Smile 工厂，摧毁明哥的贸易根基，既限制凯多的力量，明哥呢也自然由凯多来收拾，釜底抽薪，借刀杀人。罗讲完作战计划，发现路飞、索隆、山治作为三大主力，居然全跑进城玩了。后来路飞为了抢烧烧果实，报名去了竞技场，其他人一开始迷路的迷路，撩妹的撩妹。对罗这边来说，唯一有用的消息大概就是山治提供的明哥退出七武海是假消息了。虽然罗在格林比特拼命拖延明哥，而且坚信路飞他们还在执行破坏 Smile 工厂的计划，实际上罗已经被忘得差不多了。而且路飞是要坚持干掉明哥的，所以随着事态恶化，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干明哥。虽然结果是明哥被打垮在德岛，草帽一伙大胜，但罗属实是被坑惨了。原来从头到尾路飞都没在执行自己的计划，罗悟了，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四皇级别的我行我素。被坑怕了的罗在和之国已经有了很高的觉悟，还没见到路飞的面，只是听到贝波说路飞来到和之国了，并和索隆要硬闯博罗镇。翘着二郎腿躺着的罗的反应直接就是垂死病中惊坐起。罗对路飞很了解了，到了一个地方不搞点事儿，那就不是路飞，就断言这俩货肯定会惹出事情。罗真是为这帮人操碎了心，但罗还抱有侥幸心理，觉得索隆知道计划，应该不会蠢到对凯多的人动手吧。真不知道早已成为和之国通缉犯的索隆十郎是哪点特质会让罗产生如此的信任。总之罗不知道的是，这俩人先前已经和霍金斯交过手了，霍尔德姆刚刚也被干躺下了，路飞、索隆已经在和之国小有名气了。事实证明，罗现在已经变憨了，当场去拦霍金斯只是扣了个篓子，手上的 logo 都不遮的，被霍金斯一眼认出。紧接着路飞、索隆抢了粮食宝船冲了过来，憋了一肚子火的罗表情管理第 N 次失控，质问索隆，你发誓不引起骚乱的，现在不光被通缉，还惊动了杰克，还要劫富济贫。罗再次重申，悄咪咪地进村，打枪你不要。没过多久，路飞确实没打枪，但打了凯多，随后被凯多一棒子敲晕了，关进了戒网瘾中心。后面起义军登上鬼岛，基德和路飞两大终极莽夫都在这里，基德先莽为敬，路飞去拦基德，索隆去拦路飞。令人怀疑人生的事情就发生了，一个莽夫企图去拦另一个莽夫，然后一个路痴企图把这两个莽夫给带回来。可想而知，罗的内心是多么的崩溃。当然罗也早有心理准备，在罗的脑海里，路飞、基德的标签就是俩傻子，干脆就将计就计，放他俩去当诱饵。所以说对于计划总是充满戏剧性这一点，罗在这方面是相当有经验了，也早已被坑习惯了。索隆的智商不仅仅是用在了起名字上，索隆的智商都用在给技能起名字上了，这个梗由来已久。但是通过某些事情上来看，索隆也是相当机智的。山治在阿拉巴斯坦狸猫换太子、调虎离山的计谋属实妙，这就让人很容易忽略掉索隆在细节上的机智。索隆为了防止小冯用魔方果实混入内部，因为大家知道小冯的身份后，其能力搞得大家人心惶惶，索隆反而非常平静，提出了双重标记的方法，就是在手臂上画个叉，再用原来的布包起来。这无疑是给大家吃了颗定心丸，及时稳住军心。索隆突然这么聪明了，差点让山治以为这个索隆是小冯变的。后来呢，这个符号也成了大家和微微伙伴宣言的标志。其实索隆表现的机智和山治并不一样，山治属于灵活思维，出人意料，攻其不备；索隆属于直线思维，步步为营，顾全大局。所以索隆的智商主要在局势和战略分析上。在罗宾离队时，索隆根据当前局势分析罗宾离开的原因、可能出现的地点、罗宾下一步动向以及去找罗宾的风险，然后将决断权交给路飞。司法岛营救在正门被关上的情况下，索隆让横纲推倒铁栅栏，让火箭人借着护栏成功进入。虽然有句玩笑话，就是草帽团谁都能欺负船长，索隆平时也想砍了路飞，但是正经的关键时刻，索隆也是最会维护船长威严的存在。因为他知道，如果船长拉了，团队将会分崩离析。如果乌索普回来不道歉的话，船长的威严也不复存在。所以在大是大非面前，
索隆永远都是最平静并能冷静分析利害的人。山治离开的时候，所有人也是被打乱了阵脚。索隆冷静分析局势，提醒大家主次分明，把头绪捋一捋。索隆把对山治的那一丢丢的担心偷偷摸摸的埋藏在心底。可能也是因为索隆太直了，并不擅长思考感性而抽象的东西，比如3D2Y 的信息传到伙伴们那里，所有人都是很快反应过来是怎么一回事，只有索隆冥冥之中知道是有什么重要消息，但就是理解不出来。终于过了一段时间，索隆成功悟透彻了。早在之前，雷利就意味深长的指索隆有点迟钝，但索隆的机智就比较奇葩。你看他不擅长思考这类事情，而且还是个路痴，但索隆对陌生人的直觉和警惕是比较强的。索隆身上的理性特质也恰恰弥补了路飞的不足，所以索隆在路飞身边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高逼格的动物系幻兽种恶魔果实。动物系果实下分3个种类，分别是普通种、古代种和幻兽种。其中幻兽种这一类，光是听起来就很有排面，里里外外加起来实锤的有9颗。马尔科的鸟鸟幻兽不死鸟形态，战国的人人幻兽大佛形态，戴鹏的犬犬幻兽九尾狐形态，大蛇的蛇蛇幻兽八岐大蛇形态，凯多的鱼鱼幻兽青龙形态。另外还有红伯爵的蝙蝠幻兽吸血鬼形态，帕东的犬犬幻兽化离形态，虎刺的鸟鸟幻兽夜形态。陶之助的那个也算，虽然是贝加庞克造的，但血统因子来自凯多，这个特别 bug。马尔科的再生岩可以快速愈合伤口，等于边打边加血，但是不死鸟也并非无敌，马尔科自身的恢复能力也有极限，当作战时间太长而受到伤害过多，也会受到一些实质伤害，而且再生岩对其他人的作用非常有限，所以面对胸口都被打穿的艾斯，马尔科也无能为力。不过马尔科的回血确实恐怖，红发来的时候，马尔科已经没有明显的皮外伤了，甚至胸口上被黄猿打出的洞早已经愈合了。在顶上战争，先是挡了黄猿的2个大招，之后被卡普一拳给锤地上了，所以整场战斗下来，马尔科一个人扛了成吨的伤害，即便再生岩是回血流，但全身挂彩，真的尽力了。像战国的果实，除了可以变成一尊金佛，还可以将人的力量、智慧和精神提升很多。戴鹏的果实体现出其中一个非常实用的技能，就是高超的模仿能力，另外似乎还有很诡异的魅惑能力。大蛇的果实能力已知的一个就是被凯多实实在在砍了脑袋还没死，这就很哇塞，但是如果幻兽种被一刀砍死，这才叫离谱。不过最后陶之助用天宇雨斩斩杀大蛇倒是很有可能。而作为全民公敌的陶之助，虽然很不愿意承认他之后会有大用，但他吃的人造果实是贝加庞克用凯多的血统因子复刻出来的，从 CP0 对这件事的反应来看，心里也没底。所谓的失败品甚至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真实力量，所以贝加庞克将其封存，并以失败品为由作为托词，因为贝加庞克也并不是真心为世界政府办事儿的，而失败则意味着成功或者超越，或许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另外的几个幻兽种能力者，红伯爵和帕东是海贼王无尽世界这款游戏里的角色，也是尾田设计的人物，是曾经一个人跟罗白金并驾齐驱的大海贼，很崇拜布鲁克，他身边有只叫帕东的狸，看到帕东就知道乔巴为什么经常会被人误认为是狸猫了。虎刺是海贼王20周年会展上一个番外故事里的人物，是和之国的人，这颗果实是虎刺在饿得不行的时候误食的，虽然跟主线剧情没什么联系，不过夜形态的果实听起来很高端，兽形态下是圆的脸、燃烧的虎身和蛇的尾巴，不过也就是有这么个果实，现在虎刺已经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生活了。靠着一身孤勇出海的大佬们，雷利和罗杰寥寥几句一拍即合，一同出海。在那几句简短而意味深长的对话中，听出了雷利的家就是罗杰烧的意思。至于雷利偷来的船，没准是偷的罗杰的。心知肚明的2个人互相怀着歉意，没有挑明，各自给了对方一个面子，在大海上造就了一个传奇时代。相比于其他一些大佬，罗杰、雷利出海时的船算得上豪华了。艾斯、萨博、路飞3兄弟中，10岁的萨博最先出海，对戈亚王国的阴暗面，萨博厌恶反感，于是选择逃离这里。萨博出海的船是3小只里面最好的，正好奇萨博哪来的船，这时一个渔民惊呼自己的船丢了，原来小街溜子萨博是偷的那个渔民的船出海了。结果还没出新手村，就遇到了到东海寻访的天龙人，萨博的船被击沉，但一切自有定数。萨博的新手号遇到了一个满级号蒙奇蒂龙，多年之后萨博做到了革命军2把手。第2个出海的是艾斯，17岁的艾斯出海虽然也是一艘小船，不过有桨和风帆，动力方面最起码说得过去。而出海后的艾斯升级也很快，组建了自己的海贼团，成了超新星。和萨博一样，艾斯后来也遇到了一个满级号白胡子，成了白胡子的2番队队长。3年后17岁的路飞出海，路飞的船是3小只里面最 low 的一个，但船上的那个桶是神奇的一个桶，是救了未来海贼王一命的一个桶。从此也就有了老爹和爷爷还有引路人都是满级号，自己带着上一个全服第一留下的装备，开局一个桶，队友全靠捡的这么一段传奇佳话。白胡子出海时8岁，也是一艘小船，这艘船也不知道从哪里白嫖来的，因为小白出生在一个交不起天上金的贫穷之国，
小白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孤儿，出海后也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多年之后崛起的白胡子遇到了一个更狠的，想要出海的光月玉田。为了上白胡子的船，玉田软磨硬泡都不成，白胡子要走了，玉田就用铁链勾住白胡子的船，白胡子便提出了3天的君子之约，其实是给玉田的考验。在海里被拖拽被泡了3天的玉田死也不松手，但因为最后时刻他为了去救光月时而选择放弃考验，但白胡子早就认可他了。玉田捡了个老婆，通过了白胡子的面试，双喜临门。这些大佬五花八门的出海手段，不仅仅是要学会在这片大海上如何白嫖，更重要的是靠头铁和勇气。一路开挂的黑胡子海贼团，有这么一个海贼团，他们野蛮生长的速度是碾压主角团的存在。通过一系列投机、捡漏、公开招聘的骚操作，船长黑胡子在大事件后2年期间直升新4皇，暗暗和阵阵双果实能力傍身，见面就贼哈哈一顿笑，黄的那是没边了。虽然黑胡子在白胡子身边蛰伏20-30年，不过黑胡子抢夺暗暗果实下船后不久就开始创业。黑团从建立到大事件后2年内正式挂名成为4皇团，也就用了2年的时间，而实际上这个时间要更短，可以说是崛起最快的一个4皇团。黑团第一次被提到是在慈古岛多尔顿口中，当时黑胡子已经有了队友，还是几个剪影，打了一把福利局，把瓜皮国王瓦布尔给撵得当海贼去了。黑胡子一贯秉承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还得顺带捡点漏的作风，行事很谨慎。他们动不动就灭人家的国，一定是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之后就是悄悄混迹于伟大航路上。前期创业先定一个小目标，赚他1个亿，就是抓一个1亿赏金以上的海贼，交给海军成为七武海。直到魔古镇，黑胡子和路飞相遇，黑团的阵容才清晰起来。除了黑胡子，还有猛男巴吉斯、射手范奥卡、船医毒 Q 和搅屎棍拉菲特。当时看起来也就是几个招摇过市的街溜子。而路飞呢，刚刚打败老沙，赏金升到1个亿，两人还因为那家的樱桃派好不好吃而发生口角，差点干架。那时候因为路飞赏金刚刚刷新没多久，在路飞离开后，黑胡子才知道路飞就是自己成为七武海的兑换券，结果还是没追上。本来黑胡子的目标只是1个亿的路飞，但恰好之后遇到了前来抓捕自己的艾斯，最终将艾斯抓住，黑胡子也如愿成了七武海。从此黑团开始坐火箭般的扩张，顶上战争前以七武海的身份来到推进城，虽然差点被麦哲伦给团灭了，但是不慌，靠着刘爹的解药绝处逢生。在推进城被搅得一锅粥的时候，黑胡子在6层开了一次招聘大会，推进城半日游，收了溪流、恶政王、戴鹏、巨大战舰和酒鬼这帮特别能打的人，毕竟都是6层囚犯出身，再加上踩着点儿哼着歌来顶上战争一收割，那这波绝了。红发肯定是不虚他们，不过谁都不敢开第一枪，谁开第一枪，那场面肯定是更加不受控制了。黑胡子很懂韬光养晦的精髓，直接就撤了。在2年期间也是看到赤犬撒腿就跑，不是不能打，是只为了一个波妮会招来更多海军，没必要打。不过黑胡子的老本行抢人家果实这档子事儿绝对不收手，黑团还把阿布萨罗姆给宰了，获取了隐身果实，因此溪流也成了会隐身的剑士，还把莫利亚给控制住了。青雉也在辞职后和黑胡子合作，具体原因不明。尽管黑团从牌面上看确实不弱，但是整个海贼团有着很强烈的不稳定性，这也是黑团的属性。毕竟有什么样的船长，就有什么样的海贼团。一黑黑一窝，沙雕杀一群，亘古不变的海贼王里的那些装死骚操作，在高手如云的海贼世界，除了正面硬刚，学会装死也是一项简单实用的技能。不过如何以假乱真、瞒天过海，却也是一门技术活。在香波地，一群超新星想从和平主义者手里突围，身为罗的航海士，贝波熊和机器熊过了2招。不过可爱的贝宝血肉之躯难挡钢铁之躯，一顿凶狠的操作之后，伤敌50，自损8000，眼看呢就要被机器熊给 KO 了，贝宝还趁着没人注意他，身板一躺，舌头一吐，原地装死，表面看似镇定，实则内心慌的一批。不过这骚操作还真就把机器熊给看愣了，再加上当时海贼海军一片混战，成功脱险，动作之娴熟，一气呵成，一看就是屡试不爽的高手。毛皮族除了与生俱来的可爱，似乎原地装死也是自带的天赋。除了贝波，兔兔加洛特也是装的可爱。当时那么一伙人来救和4皇大妈100年修得同船渡，1000年修得共枕眠的布鲁克，两人睡的那是一大一小2个炮，骨头老公怀中抱，几个人一个一个上，皆是被各种劝退。加洛特呢，差点把大妈的鼻涕泡给碰破了，手忙脚乱吵醒了宙斯。机智的兔子直接伪装成了超级可爱的兔子玩偶，睡得迷迷糊糊的憨憨宙斯还信以为真，转而继续睡了，有惊无险，没有吵醒大妈。要说装死的高手，一定不能少了乌索普。2年前的乌索普因为极度胆小，除了不能登岛的病这些疑难杂症，其次就是装死，以至于包里经常装有番茄酱，遇事不慌先撒一滴酱，细节做到位，躲过去之后站起来又是一条好汉。乌索普在乔巴面前装死，还要立什么遗嘱，让乔巴继承自己的蚂蚁花呗什么的，极其好骗的乔巴已经忘记了乌索普是出了名刀的肉装 AD 啊，在旁边嗷嗷一顿哭。之后又跟牙蛙海贼团的船医老头打，两人菜鸡互啄，但是都是骗人装死的高手，不管谁被对方打中都会倒在地上装，
在对方掉以轻心之后爬起来就是一拳，然后两人就是装死爬起来打，装死爬起来打，循环往复。如果以上几个人境界还不够高，那论装死的最高境界一定是布鲁克。哦不，他这不叫装死，因为他本就是个死人，准确的说应该是肉体已经死了，但灵魂还活着。因为布鲁克天生这方面的优势，根本就不需要装，直接地上一躺，就没人觉得他是活的。在很多不知情的敌人面前，伙伴们都被抓了，布鲁克总能莫名其妙逃过一劫，而且他的头和身子还能分离，表面上看呢，绝对是死透了，危难关头蒙混过关，简直就是保命神技。海贼王里的那些狠人，大将、四皇作为海贼世界的战力天花板，不说是人见人怕，但是也没有多少人敢惹。不过有这么一些人抱着凭什么你是四皇大将我就要怕你的信念，打一两个四皇大将那还不是有手就行，上来就干的狠人。罗杰自首的时候，狠人金狮子当时并不知道罗杰是自首的，感觉罗杰被捕这事儿也就动漫里敢这么演，漫画里敢这么画，一气之下独闯海军本部确认此事。毕竟作为一生死敌，罗杰更是他认可的人，遇到时任大将战国和能当大将但不想当的卡普，金狮子根本不在怕的，还对其怒喷，罗杰怎么可能让你们这群废物活捉了。卡普战国无心插柳柳成荫，不想钓鱼钓大鱼，于是合力将来看罗杰是不是被活捉的金狮子活捉。之后金狮子自断双腿越狱，成为推进城第一成功越狱的犯人。航海生涯坎坷的金狮子属实算得上一个有血性的狠人。狠人杰克老哥的光辉事迹实在牛皮，金狮子这么强，一起打了卡普战国都被虐惨了，杰克老哥一口气挑战战国藤虎外加鹤。战胜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奥利给把船靠上去，兄弟们，活捉3个老头老太太，解救明哥，结果差点被干成木乃伊。杰克之后还有奎因，对着来讨红豆汤的四皇大妈，一口一个臭老太婆，一口一个不给不给就不给，属实把只想讨口饭的大妈给惹急了。奎因赏金13亿多，确实挺多了，但是在40多亿的大妈面前依旧是个渣渣，何况还是饿了的大妈。面对挑衅的奎因，一记摸头摁地杀，然后打得奎因毫无还手之力，直到打回气球原形。杰克、奎因不得不说天下狠人千千万，凯多这边占一半。基德和路飞应该是为数不多的新世界四皇惹了仨的狠人，剑网瘾忠心狱友。路飞还直面过3大将，但是路飞有主角光环，狠就狠了。基德时运不济，越挫越勇，无比痴迷于挑战红发，把红发的头发剃了，那还不是有手就行？红发表示有手就行是吧？好，那就把你的手没收。在狠人里面，老沙还是非常幸运的那个，毕竟55开 buff 加持，阿拉巴斯坦丢掉的面子，老沙顶上战争就要加倍拿回来。四皇白胡子、大将赤犬、元帅战国、七武海鹰眼明哥，只挑有牌面的怼，最后只是破了点皮，流了点血，惹了一个遍还能全身而退，悠哉悠哉的看报纸。当然，在海贼世界里，想当一个狠人，需要无比的勇气和魄力，毕竟人不狠，站不稳，即便是被打得头破血流，也要狠一个看看。那些年，路飞给别人起过的外号，7步成诗、转身迷路的索隆和奇葩外号张口就来的路飞，俩人有个共同点，擅长起名字。索隆是给自己的招式起炫酷名字，而路飞是给别人起沙雕外号。在第2次遇到巴基的时候，基哥表示，最起码也是路飞开局遇到的该溜 boss， 让路飞体验过牢狱之灾，让索隆尝过背后捅刀子的滋味。没想到路飞上来就喊了巴基一声马粪，直接就把巴基给喊懵逼了。巴基在汉字的角度上来说，正着读反着读从来没怕过谁，论英语 BUGGY buggy， 那可是唯一一个名字里带 bug 的人，结果被路飞叫成了一坨屎，巴基的心态原地崩溃。同样因为发音相似被路飞抓住把柄的还有卷心菜卡文迪许，因为前半部分发音相似，路飞通常只记别人前半部分的名字，后面就胡拼八凑，拼出来什么是什么。马粪、卷心菜的概不负责。除了这些，路飞还要根据特征起外号，经常叫巴基大鼻子或者红鼻子，红鼻子、白胡子，红发也得给面子。带颜色的绰号听起来很是牌面，但巴基最讨厌别人调侃他的鼻子，然后两个人就各自亮出祖安身份，开始互喷。在渔人岛的时候呢，路飞先是非法入室、非法蹦床，吓得本来就胆小的白星公主嗷嗷一顿哭，弄得路飞也是没辙。这么大一只人鱼公主，天天以泪洗面，路飞干脆直接就叫白星胆小星，这个外号形象且可爱。在路飞第一次遇到布雷的时候，因为当时布雷是坐在巴姆大王的树干上，再加上僵尸同款肤色和身材，路飞还以为是一根树枝在上面，所以就叫布雷树枝。刚开始的时候还没事儿，这越叫越来劲，着实是把布雷给叫崩溃了。你说你叫布雷，他就叫你树枝；你说你叫布雷，他就叫你树枝，这左晃右晃的，最后把布雷自己给晃进去了。还有刚见面没多久的奎因，路飞一高兴叫了他一声气球，可能路飞看到奎因就想到了自己开橡胶气球的样子了。奎因属实也懵逼，老子可是3灾呀，遇到你这极品我也是认栽了。因为在顶上战争，路飞见过明哥一次嘛，虽然没有什么交集，但明哥那粉红大袄子给了路飞深刻印象，而且还能在天上飞来飞去，跟老沙玩捉迷藏，所以路飞后来给明哥起了鸟男这么个极其贴合的外号。最后也确实，明哥的象征动物是火烈鸟，一点没毛病。除了特征，还有就是根据人家身上最显眼的东西起外号。第一次见到陆琪的时候，鸽子哈德利一直替陆琪说话，像路飞这种脸盲加不记名的，遇到会说话的鸽子，
对路飞来说，比换来了3亿贝利还高兴，可能压根儿就是陆琪的腹语，后来干脆直接就叫陆琪养鸽子的。当然还有根据别人发型来起外号的，银狐福克西因为留了一个怪异的冲天中分，因此被路飞叫做分槽头或者屁股头。所以只要福克西戴上假发遮住发型，即使是显而易见的女装大佬，路飞就完全认不出来了。还问了一句：“你是分槽头的妹妹吗？”根据巴托的发型，路飞给巴托起了一个机关头的外号。反正不管叫巴托洛米奥什么外号，这个小迷弟都会激动到心脏砰砰跳。哦，巴托还有个外号叫洛米男，一是因为路飞通常记不住太长的名字，二是洛米男和洛米奥也是个谐音，路飞简直就是谐音梗大师呀。当然，除了巴托的名字长，当时路飞第一次想叫罗的全名，也是因为名字太长，所以特拉仔、特拉男这个外号也一直成了罗的专属。最绝的当属是小马哥的菠萝头，这个应该是腹黑的罗宾和脑回路奇特的路飞极度默契的成果。当时路飞苦思冥想，也想不到马尔科是谁，只有罗宾在背后默默地说了一句长得像菠萝的那个，然后路飞茅塞顿开，恍然大悟，菠萝小哥马尔科横空出世。卖力不讨好的赤犬，顶上战争前的赤犬信心满满，我们有战国卡普坐镇楚邢台，3大将参战，还有七武海和中将团以及10万大军，信不信打垮白胡子我一滴血都不流？青黄2将你们也表表态呀！我的摸鱼时代，我的冰河时代让他们插翅难逃，我的8尺描边，我的8尺琼勾玉绝对不会放走一只苍蝇。不过能不能先吃个早饭？住嘴！仔细想想你背后背的那2个字是什么？跟我一起奥利给冲冲冲！哎，我靠，气氛怎么这么诡异？明明一直在中路团战，为什么他们总感觉少人呢？老黄，坐我自行车，咱先吃个早饭去啊！哎，老季，你跟我想一块去了。隔壁的麦哲伦包子铺不错，尝尝。昨天刚吃完包子，今天吃 CP0的油条去吧。哦呦，你小子是看到油条看到老板娘了吧？你少来，有一说一，你说了个麦哲伦包子铺，昨天吃出来一只苍蝇。老季，我敢说你吃出来的绝对没我吃出来的大。喂，你们2个不去帮阿犬这事干什么呢？不好意思，阿 Sir 没吃早饭呢，去给我带一份。不是吧，阿 Sir？什么不是吧？吃饱了才有力气打甲醛啊，不是，是吃饱了才不会有人以为我在打甲醛。老黄，你看我脸上是不是有东西黏糊糊的？台下的人怎么都笑我啊？没事，就是流了点汗。哎，不对，老季，你不是说让草帽那小子插翅难逃吗？阿犬他们没插翅，是坐潜水艇跑的。哦，老黄，你不是说不放走一个苍蝇吗？没错，别说水面上的苍蝇了，连蚊子我都顺带干下来了。好端端一个战场没有火药味，什么竟是韭菜盒子的味儿？工资到位，4皇踢费，工资加奖金，明天无老辛。黄猿波鲁萨利诺作为海军本部资深大将，司空见惯的放水和精湛演技，不得不让人感叹老黄是很有灵性的大将。就那8尺描不描边看工资欲，还有那一听路飞来了就蒙其弟黄猿请求出战的态度，就总让人陷入一个想相信他是卧底但又不愿意相信的思想沼泽中。而且老黄是大将中操作最起伏不定的那个，所以就有了老黄认不认真和工资到不到位挂钩的梗，颇有打卡下班拿钱做事的工作态度。当然老黄真的要工资到位，认真起来那还是挺利索的。12年前泰格老大的死让阿龙燃起复仇之心，回来之后就叮当五四把一帮海军给干翻了，刚想报复社会，一道激光过来直接就让阿龙秒跪。看这利落的步伐，这风驰电掣的气质，当时还是中将的老黄不仅没有消极怠工，还把阿龙给送进了推进城。而黄猿在香波地登陆的时候，同样是因为一帮人在岛上到处惹事儿，但是和抓阿龙的时候就大相径庭了。虽然一开始那是海军炮弹脚下踩，光速一脚贴脸踢，老黄虽然满脸褶子，蚊子落脸上都得崴脚，但就老黄这炸裂的出场方式，哪个大将的出场也没他玩的花，3下5除2就把这附近给霍霍的差不多了，然后就开始消极怠工。本来能快速解决战斗，非得看着这些超新星们装舒服了，自己的口蛙以内喊够了，才开始一脚一个超新星。要说玩够了抓捕归案也行，结果个个都是过亿的主，一个超新星也没抓住。黄猿这显然是工资到位了，但是没给够。要说老黄来的目的是抓把天龙人锤翻的路飞，但老黄就莫名其妙站那儿腰酸腿疼等雷利。老黄和熊这俩人，这越看越是向来探亲的，有能力抓大海贼，最后却抓了500个小海贼带回去充公。老黄这波操作真是让战国笑晕在厕所，气笑的。黄猿是模棱两可的正义，不仅他的正义是模糊的，他这正义的来历也是够模糊。后来证实，老黄其实最开始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哪种正义，通过观察赤犬和青雉，最后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模棱两可的正义。原来老黄是名副其实的黄猿观察，而且细分下来可谓是工资季正义、蒙奇弟的正义和大水若鱼的正义。黄猿工资到位、奖金翻倍的唯一一次，当属是打自己的老师泽法，再加上黄猿和泽法不和，那是黄猿难得正经的一次，可真是把自己的老师往死里打。虽然中间有路飞消耗了一波，但黄猿依旧是全程依附微脏。要么说黄猿是工资到位，4皇踢费，工资加奖金，明天无老星的。这一次天从云剑不用来划水了，8尺描边玉也不描边了，顶级见闻色用对地方了。顶上战争那么大一潜艇，老黄就能让其在地毯式轰炸中一发未中。打泽法那是直接把泽法打成了筛子。赤犬下的令，黄猿动的手，青雉安的坟，泽法的3个好雪场。肉美价廉的乔巴同学，说到海贼王里性价比最高的海贼，乔巴乔老大必定要有一席之地。在不变身的情况下，脾气温和，呆萌可爱，身材小巧，不占空间，饭量不大，独爱棉花糖。最重要的是，现在是挂着100赏金，打着几10亿的价，寒酸的身价换算下来也就差不多等于几份报纸的价钱。
也就是说，把乔巴卖给海军，可能还换不来一串他最爱的棉花糖，但是只值100倍利的乔巴，可以活捉4皇大妈，可以衬托出高冷罗的沙雕，还可以当船上的储备粮，所以这么超值的万能萌物，有钱也买不来呀。乔巴能上船，首先要感谢娜美第一个发出邀请。不过乔巴这波反向藏身的骚操作，跟反向抽烟倒是有的一拼。说到这儿，不得不看一下乔巴最开始的设定长啥样，不仅跟索隆一样会玩刀，还跟山治一样会抽烟。关键这长得属实是社会了点，有不少人表示，如果乔巴长这样，宁愿原地起锅烧油，让路飞把他给炖了。别人上船，要么是路飞登陆1小时在线送的，要么是拿命换的，唯独乔巴那不是拿命换的，是差点把受邀人的命给整没了。山治和路飞这俩坏哥哥，一个专业做饭，一个专业吃饭，乔巴落他俩手里，那是追着乔巴满屋子跑。虽然最后成为了路飞的伙伴，梦想是研制出万能药，不过这万能药暂时还没谱，万能储备粮是被迫当的，真有滋有味。乔巴就这样沦为了山治，尤其是路飞的嘴边餐。当山治被抓去结婚后，饿极了的路飞失去理智，张嘴就要对乔巴一顿啃，看把孩子咬成什么样了。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人是铁，饭是钢，未来海贼王不吃也得饿得慌。别看路飞和乔巴是吃与被吃的关系，这两人有着无比相似的共同点，那就是脸盲，堪称草帽脸盲二人组。乌索普戴个面具，鼻子都遮不住，显而易见的问题，全团人就这俩哥们认不出来。2年重聚时，路飞和乔巴无比默契的把假索隆山治认成了真的，反而搞得假草帽团一脸懵逼。比较尴尬的是，人家假草帽团都看不上乔巴这只离不离猫不猫的宠物。虽然乔巴同学肉美价廉，但这100倍利实在对不起他的战绩。打 CP9 的时候拼了命的打，蓝波球当饭吃，怪兽形态下的乔巴一拳把 CP9 的魏许给锤懵了。司法岛后全员悬赏，乔巴废了大半条命，悬赏50，气得乔巴无语凝噎。在德岛打了一圈酱油的乔巴反而是赏金翻倍，后来为了保护桑尼浩和娜美，与大妈周旋，舍命挡了大妈的皇帝剑，还要和大妈同归于尽，名副其实的100赏金打着几十亿的价。结果蛋糕岛结束，乔巴1分钱没涨，越努力越幸运，这句话在乔巴身上似乎没啥用，还是越炖越好吃比较适合他。现在好了，亲手俘获一只40多亿的大妈，再不给提赏金那就说不过去了。不然乔巴要对尾田来个灵魂质问，不会吧不会吧，你不会真的想看我丢下100倍利，大摇大摆的从海军本部走出来吧？分分钟想要原地结婚的女帝波雅汉库克，对绝大部分人来说，顶上战争是一个残酷激烈的血腥战场，而对女帝来说却堪比浪漫感人的婚礼殿堂。看着未婚夫带着伴郎们跑来婚礼的路上，炮火子弹和嘶声叫喊纷纷化作宾客们的红包与祝福，与路飞的婚后生活浮现于眼前。一国之主的自己可以当牛做马，做个贤妻良母。没错，女帝这会儿幻想症又犯了。当然这什么原地结婚的幻想症完全是遇到路飞之后才有的。女帝之前是最讨厌男人，因为早年的时候女帝及2个好姐妹被人贩子给拐走了，沦为了天龙人的奴隶。第一次见男人就遇到这些丧心病狂的家伙。这天龙人虽然带个人字，但是跟人沾边的事儿那是一点都不干，拿通红的铁烙就往人身上印，这算是给3个纯情少女留下心理阴影了。之后泰格徒手爬上红土大陆，直接偷了天龙人的家，3姐妹可算解放了，在雷利、夏奇、撒婆婆的帮助下回到了女儿岛。尽管女帝登场没多久就踢狗、踢猫、踢海豹，给人一种嚣张跋扈的印象，不过这也都是她一种伪装的外表，因为童年经历让她有着刻骨的自卑。但是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路飞带不偏的人。路飞从女帝的澡堂子房顶上掉下来，女帝距离解放天性就越来越近了。要知道女帝洗澡那都得清场，背后的烙印绝对不能被看到，不光背后，前面的也不能随便看呀。这女儿岛突然出现了个带 bug， 还是在最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了，属实是把女帝给吓懵逼了。然后女帝就什么甜蜜干风吻枪往路飞身上一顿甩，这一顿操作猛如虎，路飞满脸不在乎。换成其他人不是实话就是原地起飞，就连无鼠中将也得给自己一刀才能稳住别浪。女帝当时也迷啊，这是个啥玩意儿？行，我治不了你，我找人来治你。这也看得出女帝刚开始对路飞还是很排斥，始于颜值是不存在的。让女帝的看法有所改变的原因，一是因为橡胶果实可以是因为在敌对的情况下挡住了好姐妹背后的烙印，二是女帝让路飞从自己走，还是救玛格丽特他们，两者中做选择，没想到路飞选择了后者并磕头感谢。第3点是女帝真敞开心扉，把自己的过去告诉路飞。路飞表示自己不仅锤过天龙人，还要见一个锤一个，并且完全没有瞧不起女帝的身世。这下完蛋，女帝彻底沦陷，始于澡堂，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痴于结婚。得知路飞要去救艾斯，好，女帝也不管什么仇恨世界政府和天龙人了，毅然决然响应本部召集，为了路飞就算天涯海角也愿意去。之后女帝就患上了路飞一喊就虚一抱就软的病。到了顶上战争那就厉害了，女帝都算不上是立场模糊，她的立场是谁敢欺负路飞就踢谁，海军海贼一起揍，完全就是一护肤狂魔。平时几个超新星才能勉强干废的和平主义者，女帝直接一脚把头给干碎了。斯摩格更是再次尝试了欺负路飞就得挨揍的恐惧感。2年修炼前听到雷利要带路飞进行残酷训练，女帝管他是谁的左膀右臂，这都快把雷利的鼻涕给捏出来了。还有之后一记大方向脚踢巴雷特，这一脚不仅把罗给气懵逼了，还把电影院给踢炸锅了。
所以说女帝强不强，取决于路飞受伤重不重。顶上战争后，重伤路飞被罗带走，女帝抢了搜军舰就追上来了。听到路飞伤势严重，也是嗷一下就哭出来了。女帝对外一向高冷，唯独在路飞这里可谓是百变女帝，上一秒娇羞，下一秒就吃醋。就因为路飞跟佩罗娜搭了几句话，因为路飞船上有娜美罗宾，女帝就会各种受不了，感觉路飞出轨或者自己被抛弃。以汉库克的脑洞来说，完全可以脑补出几百集渣男和痴情女的恩恩怨怨的苦情剧。所以说女帝有三宝：撒娇、吃醋、芳香脚。2年后，女帝也是亲自为路飞送行，那一大包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对路飞沉甸甸的爱，还把自己的衣服给路飞穿，阻挡海军军舰，掩护草帽一伙顺利出航。西乌海制度废除后，率军来围攻女帝的不是别人，正是克比。女帝帮过路飞，克比是路飞小迷弟，卡普是路飞爷爷，是克比师傅啊，这关系太乱，克比看着办。女帝同样是人不怎么在线，但人气从来没掉过线，近2次投票都是高居第10。话说回来，如果2年前路飞努力一点，现在2胎都该有了。